太阳县城门口，给我死！吴通挥拳轰向齐修平的脑袋，齐修平当即纵身后跃，拳影落下，地面出现一个深坑。吴通不断出手，齐修平一面躲闪，不是没有胜算。齐修平用辽剑式挑向吴通右臂，吴通抬脚一跺，齐修平被罡风冲击的倒飞而出，两道寒芒忽然从身后袭来，直奔他后颈和后心，找死！梁家两人脑袋高高抛起，吴通的拳风打中齐修平后背，齐修平倒飞而出，吐出一口血。他受伤了，上！四个梁家高手一拥而上，齐修平挥剑迎上，不一会儿，四个梁家人倒下。吴通再次冲出，齐修平提剑迎面而上，吴通手臂突然抛起，狠狠砸在齐修平胸口，齐修平口吐鲜血，金黄剑影从吴通脖子划过，全部开启。齐修平狂喜，好东西啊！齐修平沉思片刻，就决定是你了。金刚不坏，齐修平周身的金黄色流渐渐化为古铜质。现在再挨那吴通一拳，应该不会再吐血了。提取21000点经验，投入纯阳内功。金灿灿的纯阳内力透体而出，宛如火焰一般，将齐修平包裹在内。齐修平把2颗破镜丹丢进口中，齐修平狂喜。5品初期，我叫齐修平，穿越为圣朝东平齐家二公子。二公子跟青松五院教习之女宋明两情相悦，5年前我们两人约定，等他及笄时，我便明媒正娶。没想到1年后，宋敏被天眼剑宗外出游历的长老相中，带回门派潜修。4年过去，我没有等来及笄的宋敏，而是一群黑衣杀手。齐家院宅化为火海，只逃出我一人。河水飘来，一具仰面浮尸，浮尸猛地睁开眼部，这他妈给我干哪来了？狗系统，你出来，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还他妈真有系统，开启！恭喜宿主获得分金错固手，经验乘1200，夜影浮乘1。这是5脉初开，就在这附近，给我搜！曾丽带着11个家丁举国往西拉。教头何必浪费口舌？大王叫2声，就是他没跑远，我等放火烧店。狗脑子，烧的焦黑，怎么辨认身份领赏？被人说杀梁茂公，解释得清吗？教头英明，搜！家丁下马，端刀举火，牵着猎狗钻进草甸。哈哈，在这儿，他在那儿。不可能！你一直在隐藏实力，是何居心？你猜？齐德明家丁冲出火海，扛出曾丽的尸体。大人，曾丽死于用刀高手，左右手被废，脖梗伤致命。他死得很干脆，没有还手之力。用刀高手，看来我那好哥哥还有后手啊！齐德明，你那侄子应该刚走没多久，该怎么做？不用我提醒你吧？何公子放心，就算倾尽齐家财货，在下也会将此孽障斩杀，必定不负你家公子所托。那就好。齐德明大喝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追！”夜晚密林深处，齐修平提剑立于林中，身后躺着20具尸体。二少爷，饶命啊！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我上有老母，下有幼儿，求您开恩啊！齐修平剑光一闪，4具尸体倒地。这些杂鱼报的经验又少了啊！河源手下查看地上的20具尸体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确定齐修平6年未入品，毫无习武天赋吗？齐家家丁点头，确定。二少爷，那孽障吃了很多丹药，泡了不少药浴，都没能入品，只在功法上入了门。铜锣脆响，突然从林中传来，河源循声追去。河源赶到林间空地，齐修平正跟孟成交战，孟成遍体鳞伤，河源拔刀。齐修平，果然是你！今日不灭杀了你，必成心腹大患。就凭你！齐修平蹬飞孟成，跟河源搏斗。死！该死的是你！齐修平伸掌迎接河源来拳，拳掌对撞，齐修平连退5步。2品。河源冷哼，既已察觉，还不束手就擒？齐修平嗤笑2品也不过如此。河源愤怒，嘴硬，都给我上！谁能杀他，赏银100两。河源手下一起围攻齐修平，齐修平连杀4人，他挥刀偷袭，刺中齐修平后心。齐修平瞪眼睛，想让我死，没那么容易。齐修平抓住河源长刀，挥动虎口剑，刺穿河源胸口。河源睁大眼睛，不可能！河源的头咚的掉在地上，滚出老远。孟成见状要跑，齐修平投出长刀，贯穿孟成膝盖，孟成痛呼倒地，孟成跪地求饶。慢着，二少爷，你忘了吗？我还请你吃过饭呢，就在聚贤楼。说，刚才那个2品武者是谁？齐德明为何要对自家人下毒手？那个2品武者叫河源，出身天眼剑宗，他来跟二爷商谈半夜，然后我只知道这些，别的我真的不知道了。齐修平斩下孟成头颅，望着河源尸体陷入沉思。这梁子咱们算是结下了。齐德明看着河源的尸体，浑身抽搐。老爷，是齐修平做的，他不知怎的进入了品，和公子大意之下着了他的道，所以齐德明沉思，带上河源的尸体，精心收拾，用最好的棺椁装好，我要带走。在我回来之前，继续追查那孽障的踪迹，发现之后盯着就好。等我回来。齐修平盘膝坐到树荫下，齐修平挑眉，纯阳内功在内功法门中位处上游，至阳至刚，内力自生奇快，普通拳脚也能使出绝大气力，对内伤、疾病、诸毒更是有奇效。经验全都投入纯阳内功。齐修平大笑，真的2品了，
现在河源要是活过来，3招宰了他应该不是问题，多一招都是对纯阳内功和2品初期的不尊重。齐修平吃完干粮，把蛇鳞软甲穿在里面，背上包裹，朝官道走去。官道10多个汉子带刀护送一支运送布匹的行商队伍，4人骑马在前面。商队伙计看一眼骑马的镖师，低声：东家雇这么多镖师，是不是太亏点了啊？魏成叹口气：亏也没办法，最近这东平府不太平啊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折了这批货，咱们命都不够赔的。东家，传闻也不一定可靠啊。东平府一没人造反，二没天灾人祸，走在官道上还能不太平？魏成瞪眼：小犊子，我教你的东西都忘了？这东平府的4大庄和血清楼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，都对这官道垂涎3尺。傻小子，官道安稳，谁还去孝敬钱财啊？齐修平穿着破烂衣衫，腰间挎剑，来到车旁。魏成打量齐修平：小兄弟，有事吗？齐修平抱拳：敢问老哥可否捎我一段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我们是往安定府的。巧了，我也要去安定府。夜晚一所，齐修平洗澡换衣服，从屋子里出来，几个民夫围在一张桌子边议论：知道东家为啥肯出血，雇这么多镖师过东平府吗？为啥？4大庄和雪清楼知道吧？这2个东平府的坐地虎和地头蛇打杀起来了。齐修平凑过去：切，这事早就传开了，还用你说？那我就说点你们不知道的。东平齐家知道吧？破家了，死了20多口人，祖宅都烧没了。齐修平动作一顿：这我还真没听说。东平齐家也算小有名望了，谁灭了他们？也不算灭，死的都是齐家老大那一脉，还剩个老二重整家门，现在正广目好汉追杀他侄子呢。那这老二挺不是东西啊，大哥家没了，竟要杀大哥子嗣，不会就是他干的灭门之事吧？此言差矣，痛下杀手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齐家老大的独子齐修平。现下不止齐家老二在找那齐修平，4大庄之一的乾隆山庄也在找他呢。齐家的事跟乾隆山庄有什么关系？谁知道呢？乾隆山庄要找的人多了，他们不是还找白马县的孙连正吗？傍晚，残阳如血，齐修平在屋内将虎口剑挂上腰间，一队旌旗疾驰而来，包围一所，一个都不准走。数十旌旗分开，将一所团团围住。齐修平的手握在剑柄上，紧了又松。就是这辆马车，给我搜。杜江带孙家家丁从一所里冲出，宋威从旌旗之中走出来，狞笑：哈哈，孙连正总算逮到你了。杜江把孙连正挡在身后，面色冷峻：世川常见宋威公子，宋威是顶级2品高手，我挡不住他太久，等会我拦住他，你们尽快去后院找马。宋威翻身下马，缓缓朝他们走来，轻蔑地扫视孙连正和杜江。宋威冷笑：杜江，就凭你那3脚猫功夫也想阻我？今天你们全都要死。杜江取大刀：公子快走。宋威一手持剑架住杜江的刀，另一剑出鞘，直奔他腰腹。孙连正跟乾隆山庄另外一名武者交手，孙连正瞥见齐修平：齐修平，你还愣着做甚？一起动手杀出去啊！齐修平抬起虎口剑，开启，全部投入铜皮铁骨。公子，你找死！杜江怒目圆瞪，扔下宋威朝齐修平袭来。齐修平挥动虎口剑，砍中杜江脖子，杜江身子倒。开启，全部投入铜皮铁骨。宋威扫了眼尚未死透的杜江，冷笑了声，抬手一挥：给我上！宰了这弑父灭门的孽畜，为民除害，用他的脑袋祭奠我山庄之人。乾隆山庄的武者们立刻将齐修平围在中间。原来勾连我二伯灭我家门的天眼剑宗弟子，竟是你乾隆山庄之人！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给我洗干净脖子等死！齐修平跟乾隆山庄武者搏斗，宋威目光闪过寒芒，手握双剑，纵身朝齐修平扑去。够无耻！齐修平一剑还斩，乾隆山庄倒下5、6人。齐修平和宋威更是一地而立，背对背的站着。宋威不甘心：你竟有假，卑鄙！宋威倒在地上，杀！拿下齐修平，大功一件。乾隆山庄之人一起向齐修平冲过来，齐修平虎口剑刺出，剑锋所抵，一具具尸体倒地不起。逃啊！快跑！乾隆山庄的人狼狈逃跑。齐修平在尸体上摸出银子和银票，齐修平递银票给郭成：老哥，麻烦你拿2套衣服给我穿。好的。齐修平骑马飞驰，全部开启，把1300经验投入铜皮铁骨，2450投入轻松剑法，剩下全部投入纯阳内功。齐修平狂喜，脱胎换骨，从今往后，这江湖上也该有我立足之地了。齐修平取出逆溪玉佩，挂在腰间。乾隆山庄大殿，殿上罗树坐在首位，梁成栋坐在罗树左边，何魁坐在右边。殿下，戚德明站在一具棺椁旁边，绵绵细雨，时下时停，连绵3日不绝。戚德明鞠躬：是，恕我无能，未能护公子周全。何魁拍案而起：别跟我说废话，我就问你，何时能让齐修平给我儿陪葬？川长剑宋威连同手下精锐都命丧齐修平之手，齐当家的想对付他，怕也是有心无力的。庄主英明，不是在下无能，实在是那小子太过妖孽。何魁冷冷盯着戚德明：你还知道他如此妖孽，为何以前不报？何大人，并非我有意知情不报，而是以前齐修平他真的不通武道啊。既然都说那齐修平妖孽，
和供奉，不如你我亲自走一趟，为你而报仇，如何？何魁抱拳，谢良公子成全，我也正有此意。安定府烟雨楼，雨幕中，齐修平牵着3匹马走来，小厮上前招揽，齐修平递出缰绳，好生照料。成，盐巴豆子和鸡蛋管够。泰安六侠坐在桌旁，一面议论，一面喝酒。要我说，杨明也不必掺和到江湖门派的争斗里去。太阳县前阵子的灭门案也够我们除暴安良了。县令周凤中把江家杀了个干净，天怒人怨。齐修平来到六侠身边，几位，那太阳县灭门之事到底怎么个回事？周凤中大喝：“这是在诽谤本官吗？”周凤中走进烟雨楼，衙役把泰安六侠他们围住。周凤中怒喝老三：“我在问你话呢，你是在诽谤本官吗？”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做过的事，谈何诽谤？周凤中诧异地瞪齐修平：“小子，你可知我是谁？”知道，不就是县令吗？你身为一县父母官，残害人命，借机敛财，罪该万死，别人不敢管，那我来管好了。周凤怒喝：“污蔑朝廷命官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”衙役拔刀朝齐修平砍去，齐修平劈手夺刀，将衙役全部砍死。去死！周凤中拔出长剑，偷袭齐修平胸膛。齐修平横刀挡开剑尖，长刀反而刺穿周凤中胸膛。周凤中突出鲜血。来人，拿下此贼，重重有赏！齐修平用长刀把周凤中钉到墙上，周凤中喷出一口血，脑袋歪下去。齐修平戴上斗笠，牵着马走入雨中。全部开启。全部经验值投入纯阳内功。太阳县，齐修平来到县中谢之阁，差人迎上来。来者何人？游侠周伯通，久闻谢之阁威名，特来询问差事。差人打量齐修平，差事谈不上，各取所需罢了。你要钱财，谢之阁要人。齐修平带着差人入内，里面竖着一面面木板，上面钉着缉拿令。这些就是安定府内流窜的凶徒，挑去吧，挑完直接拿下走人便是。齐修平将30多张缉拿令一扫而空，差人吃惊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齐修平微笑：“接缉拿令啊，阁下不必担心，我若是没把握，也不会接这么多。”差人冷哼一声：“也罢，既然你想找死，那便随你。”双刀门正堂，萧恒坐在主位，梁成栋、何魁坐在客位。萧掌门，我们闲言少叙，说正事吧。可寻得那齐修平的踪迹？梁公子、何兄，我接到你们的消息后，门派上下都为此烦心劳力，可惜。萧恒一挥手，门下弟子送上来几个木箱，里面放着一张张卷轴。我根据你们飞鹰送来的画像，按图所记，结果一无所获。两位，那齐修平会不会已经逃出了安定府，或许躲进深山了？萧掌门，实在辛苦你们了。师门有命，我这做弟子的只能全力以赴。望萧掌门多多担待，不然惹恼了师门，我们都没好果子吃。那梁公子有何高见？高见不敢当，我已经拜托同门秦镇秦师兄走一趟迷魂山，去求千机虫了。等千机虫一到，必能找到齐修平。那等千机虫一到，我双刀门必定倾力配合。太阳县谢之阁，齐修平戴着面罩走进来，劳烦各位把东西抬进来。4个脸色惨白的汉子抬着2个箱子进来。刚放下，便冲出去呕吐。劳驾各位验明正身。差人赵刚和阁中4人错愕地看齐修平，又看地上的箱子。周伯通，这都是你的斩获。齐修平点头，一共8人，各位点点吧。齐修平拿出8张缉拿令，踢开箱子，里面是撒着白灰的脑袋、胳膊。赵刚和4个差人满脸错愕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验身！赵刚回过神，大喝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验身！”差人翻阅那8张缉拿令：要犯徐柱，3品高手；要犯赵愣子，顶尖2品；要犯采香客，3品高手。阁中文书面无血色的走来，赵阁陵确认无误。赵刚点头。看齐修平，知道了。周伯通，这8人加起来，赏金总计1100两。你要银票还是现银？1000银票，100两现银。好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兑银子。周兄，眼下我这有个大任务，风险不小，但收获也不小，你可有兴趣听一听？齐修平眉头一挑，什么任务？赵刚压低声音，周兄，可知这自在堡？齐修平略一沉思，听说过。本地商会接连被自在堡杀人劫货，再不管，太阳县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那4品的恶菩萨未不休，如何应对？商会那边请动了一位4品高手，我们只需对付其他人即可。若是周兄同意的话，200两银票的辛苦钱立刻奉上，能缴获多少外财也都是你的。齐修平沉思，系统面板出现。好，何时动手？事不宜迟，今晚就行动。周兄不介意的话，就在对面客栈静候。可以。县城之外，齐修平、赵刚还有谢志阁6个差人跟商会请来的人马会合。崔成头发半白，轻蔑地扫过在场众人。沈永峰抱拳：“在下沈永峰，承谢各位前来相助。只要今日能剿灭自在堡，我太阳商会绝不吝啬，另有谢礼奉上。”沈永峰翻身上马，崔成淡淡提枪上马，率先冲入黑夜之中。剩下众人追上，朝自在堡而去。自在堡，齐修平等人准备翻越城墙，一阵急促的梆子声突然响起。沈永峰紧张：“崔老。”崔成冷哼：“慌什么？”崔成来到大门之前，挥动手中枪轰击大门，大门瞬间碎裂。杀！赵刚拔刀怒吼，率领众人冲进去。沈永峰大呼：“快杀穿他们！”魏不休从屋顶跳下，拦在崔成身前。魏不休狞笑：“哈，
我当时哪个不长眼的感激我自在宝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的破正户，不好好在家养老，跑这里来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崔成冷哼，呵，送死你也配？他大枪一转，朝魏不休冲去。齐修平被宋大龙拦住去路。大人，这小子是3品高手。宋大龙轻蔑，3品，呵，这也是个3品。宋大龙挥动大斧向齐修平劈来，虎口剑被劈成2截。齐修平弃剑，一掌拍在大斧之上，大斧脱手飞出去。宋大龙惊愕，好强的一掌！你是何人？怎么从未听过你的名号？齐修平冷笑，你不配知道。齐修平向宋大龙扑过去，用分筋错骨手折断宋大龙手臂，接着又折断另外一个手臂。宋大龙愤怒吼叫：“你不是无名之辈，你到底是谁？”齐修平捡起地上的剑，刺入宋大龙心口。宋大龙跪倒：“周兄干得漂亮，随我杀进去！”赵刚大吼一声，带人冲杀，匪贼四散而逃。跑，都快跑！他娘的，为什么唐四海会在这？为什么我们事先都不知情？沈永峰我，你先忍，200两银子坑老子性命！进攻自在堡的人狼狈撤退，齐修平也跟着撤退。唐四海跳到屋顶之上，挥舞巨齿大刀，对空斩下，将撤退的人砍碎。唐四海冷哼：“追一个都别放，放跑一个，你们就死一个。”齐修平逃进了密林，3个江湖人跟在身后。跑快点，不然我可要追上你们了！是双叉罗汉李茂和狂罗汉朱铁川。他娘的，为什么追我们的是这2个伤心？说这个有屁用！李茂和朱铁川都是3品好手，早晚能追上我们。没错，不想死的话，只有咱们4个一起出手，跟他们拼了，4打2，以2对1，有胜算。朱铁川一拳把落在最后的江湖人士的脑袋砸碎。朱铁川甩手上的脑浆，最前面那小子有点意思。李茂狞笑，那就拿他来玩玩。朱铁川追上另外2名江湖人士，一个一拳砸死。李茂追到齐修平身前，拦住他的去路。李茂看朱铁川，你来还是我来？你们一起上吧。李茂、朱铁川一起朝齐修平杀去。齐修平单手迎朱铁川的铁拳，用分筋错骨手把朱铁川的手臂掰断。朱铁川痛苦，我的铁拳。齐修平用刀把朱铁川的脑袋割下。李茂惊怒，去死！李茂用双叉刺中齐修平后背，但没有刺进去。李茂瞪大眼睛，什么？齐修平用长刀劈中李茂脖子。齐修平钻出密林，躲在一棵树下。全部开启。齐修平狂喜，此剑位列10大名剑之一，相传乃铸剑鼻祖欧质子，连同干将一同所铸，这可是系统认证的名剑。漂亮，把所有经验值投入纯阳内功。齐修平沮丧，1000经验值就这样了，看来50是个坎，后面再想提升纯阳内功，需要的经验要大涨啊。谢之阁门口，齐修平看到赵刚衣衫褴褛，面无血色。赵兄，你怎么搞得这么惨？赵刚抬眼看齐修平，惊讶。周兄，你没事？运气好，高手都去追别人了。赵兄，其他人呢？逃回来多少？还有那位破正虎崔成，他如何了？赵刚摇头，怕是都凶多吉少了。周兄，此事我谢之阁不会善罢甘休，用不了多少时日，我等必再上自在堡斩草除根。房间，齐修平收拾东西要离开，沈永峰突然敲门。齐修平惊讶，沈掌柜，有事吗？周兄，打扰了，沈某有一事相求。周兄，我也不瞒你，攻打自在堡，让我太阳商会损失颇重，急需出手一批金贵货物，送往东平府广宁县，换些银两周转，所以想请周兄走一趟，护送安全。送货？这种事你该去找镖局啊。找了，卧虎镖局已经接镖，但我还是不放心，想请周兄帮忙。周兄的本领我看在眼里，赵刚也对你盛赞有加，所以周兄请拉我太阳商会一把。沈掌柜谬赞了，卧虎镖局的5位当家的4品高手就占了2位，有他们在，不必这么担心吧。今时不同往日啊，安定府和东平府都不太平，谁也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，更何况实不相瞒，我也怕卧虎镖局坚守自盗。沈永峰拿出一张银票塞进齐修平手里。周兄，这一趟不会让你白走，这100两银票你先拿着，等货物出手之后我再付100两。齐修平犹豫，沈永峰摘下腰间玉佩交到齐修平手里。周兄务必答应。好吧，沈掌柜如此有诚意，在下走一趟就是。沈永峰开心，多谢周兄，那明日一早我来接你。双刀门偏堂，烛火跳动。梁成栋蹙眉紧盯面前的许仙安。梁成栋拿出2副卷轴。仙安兄，这2人麻烦你解决一下。第一个我认识，西雨剑秋老。这第2个是谁？周伯通，一个3品江湖人，接了谢之阁的缉拿令，10日连斩8恶。冒头时间跟齐修平到安定府的时间有出入。许仙安怀疑会不会搞错了？3品高手怎么会是齐修平？我们此前忽略了齐修平那妖孽的进境速度，灭门时他还未入品，进安定府时已是2品，到如今踏入3品也不无可能。不管是周伯通还是齐修平，一杀了之。早上，太阳县外，沈永峰给齐修平介绍镖师。来，周兄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为首的这位名叫郑三勇，这是他的弟弟郑四康，2人是卧虎镖局5兄弟中的老3和老4，皆是顶尖3品武者。郑三勇打量齐修平，见过周兄。郑四康见过周兄。人到齐了，没别的事的话，咱们就出发吧。周兄、郑镖头，还有众位兄弟们，太阳商会就仰仗你们了。福顺好生看顾商队。福顺点头，是老爷。齐修平等人出发，段胜男忽然骑马
赶来。周大哥，齐修平疑惑：“你是？我叫段胜男，有事吗？”段胜男看齐修平腰上的剑，你的剑看起来非同一般，能借我一关吗？不能。借我看一下能怎样？我给你钱还不行吗？我不缺钱。你，哼，不借就不借，我还不看了呢。段胜男拽缰绳，回到郑三勇等镖师身边。队伍在一座废弃一所停下，天上有郑三勇大喝：“雨布盖上，火都拉到后院，趁雨还没下，赶紧出去找些柴火。”大雨哗哗落下，一所内福顺给齐修平送来干粮肉干，还有一壶酒。周大侠，今天辛苦了，喝点酒解解乏。谢了。门口镖师突喊：“三哥，外面有人来了。”多少人？一个。郑三勇更是镖师，一个人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来避雨而已，给他腾个地方便是。一个28、9岁的男子，脸上有公子伤疤，慢慢走进来。他环顾屋内众人一圈，自己找个空处坐下，抱剑靠墙，闭目养神。兄弟，你的马不管了，后院马厩可以给你腾个地方，不必。郑三勇忽然表情一怔，外面再次响起隆隆马蹄声。不一会儿，20、30个江湖人鱼贯而入。哎呦，这么多人啊！快进去，快进去！现成的货，哎，还有酒，有肉干呢。好啊，正好饿了。黄彪霸占食物和水，郑三勇沉下脸：“各位，当着我们的面不问自拿，有点不合规矩吧？”黄彪狞笑：“规矩？哼，我黄彪最烦的就是规矩。你们这是当我卧虎镖局好欺负？”黄彪挑眉：“卧虎镖局，算个屁！”郑三勇眼露寒芒：“你们是谁？”废弃驿站。黄彪撇嘴：“六绝帮，听过吗？”郑三勇深吸一口气：“我不想与你们动手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打起来对谁都不好。”黄彪指着段胜男：“井水不犯河水，可以啊，把他交出来就行。”段胜男拔剑：“你找死！”段胜男朝黄彪挥去，黄彪冷笑：“哼，找死的是你们！”黄彪抬手就朝段胜男的剑抓去。齐修平拔剑砍下黄彪脑袋，郑三勇大喝：“上，干死他们！”齐修平在六绝帮不多时，六绝帮的人全部倒地，满地都是横七竖八的尸首。功法升级令对一门硬气功进行改良强化。周兄，好身手，幸亏有你在。今天要是只有我们兄弟俩的话，这趟恐怕就要栽了。齐修平收剑：“客气了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”齐修平洗个休息。要是把金刚不坏提到满级，最大程度抵挡4品武者的罡气内力的话，那面对4品高手，未必没有一战之力啊！几匹快马停在一所门口，梁成栋骑在白马之上，看着遍地的尸首，脸色沉下。我就说六绝帮的人不能信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不应该啊！六绝帮虽然臭名昭著，但实力也都不错，怎么就差点被杀光了呢？8成是那些镖师也跟着一起出手了。梁公子，那许仙已经带人斩杀了细雨剑秋老，我们要是让那周伯通从手底下逃走的话，面上无光啊！梁成栋沉下脸。既然六绝帮的废物不堪用，那就麻烦和供奉你现在就快马加鞭赶回去，带你们乾隆山庄的人干掉那周伯通。当然，我也不会让和供奉白忙。等千骑虫一到，找到那齐修平之后，你可亲手为你儿报仇，怎么样？好，公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便走上一遭，就此告辞。临近广平县官道，押镖队伍在一片林子下休息。郑三勇挑眉：“周兄，奔波这么多天，一起去潇洒一下如何？霓裳楼的姑娘可都多才多艺的很，尤其拿箫，哈哈。”段胜男狠狠瞪郑三勇：“不许去！三叔，周大哥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你别带坏了他。”三叔，盛男他爹对我大哥忠心耿耿，他死后，我大哥就收了盛男做义女。齐修平点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长辈说话，你个晚辈别插言。哼，周大哥是正人君子，绝不会去那种地方，是不是？此言差矣，早就听闻霓裳楼的姑娘勾人了，不去体验一番，未免有些遗憾。郑三勇微笑：“周兄，到了献礼祭的喜数，灯亮的时候，咱们就出发。”好。夜晚，广平县霓裳楼，齐修平跟郑三勇、郑思康兄弟饮酒作乐，面容妩媚的牡丹被老鸨带来。客官，这是我们霓裳楼的牡丹，也是头牌，一天要伺候周公子，立马抢着来呢。芙蓉都没争过他。齐修平眉头微皱：“来了就坐吧。”厢房，牡丹扶齐修平坐在床沿，骑在他腿上。我谢头饰，再陪公子。牡丹摘下头发中的簪钗，她眼神陡然狠厉，簪钗迅疾刺向齐修平脖颈，竟然瞬间断裂。齐修平掐住牡丹的脖子：“谁派你来的？”公子饶命，是乾隆山庄的何供奉逼我的。我齐修平把牡丹脖子掐断，将尸体扔到床上。他打开窗户，翻到屋顶之上，沿着屋脊潜入齐德明的宅院。梁公子那边怎么说？什么时候能逮到那小子？齐当家的末级最多10天，只要那齐修平出现在梁公子500里范围之内，梁公子就能准确找到他。当真？是什么方法？齐修平踹开书房门，摘下人皮面具，拂剑而入。是你？齐德明震惊：“好久不见啊，二伯！当初你刺侄儿的那一剑，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。”齐德明眼露寒芒：“事到如今，只有你死我活。李胜，今日你我便将他留下。”齐修平把门栓关上：“放心，我哪都不去。你刺我那一剑，我得还；你灭我家门，也得用你的家门来还。”齐修平猛地挥掌朝齐德明拍去，齐德明握拳迎上去，齐德明的手臂被齐修平折断。怎么可能？你从哪学来此等技法？齐修平冷笑：“你不配知道。”李胜，快动手！齐修平两掌捧住李胜脑袋，用力一扭，
李胜脖子扭断，四肢软塌塌的垂下去。齐德明见状，朝窗户扑去，齐修平攥住他脚踝，用力抡起，在书房里抡砸。随后，齐修平脚踩在齐德明的脑袋上。本来想还你一剑的，但给你个痛快，也太便宜你了。还是这样的死法最适合你。齐修平慢慢用力把齐德明脑袋踩爆。第二天，客栈客房，周兄，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？齐修平摇头，不知道。正温存的时候，他突然拔了簪钗就要杀我，怪不得他要顶替芙蓉，原来是心存不轨。会不会是六绝帮的刺客？我之前也这么认为，但六绝帮一群大老粗，怎么可能培养出这等姿色上佳的女刺客？乾隆山庄，罗树脸色难看地走进正堂，正堂中间摆着李胜和齐德明被烧焦的尸体，还有女刺客牡丹的尸体。罗树愤怒，怎么回事？昨夜齐家灭门，前去造访的供奉李胜也死于非命。从为数不多的痕迹来看，凶手实力强悍，极善擒杀之法。齐德明和李胜几乎没有反抗之力。侥幸存活的家丁说，从他们听到动静到发现两人身子，前后不到斩查时间。那凶手得逞之后没有罢手，将齐家上下尽灭之后再纵火离去。我怀疑是齐修平回来报复。罗树皱眉，牡丹又是怎么死的？死于周伯通之手。罗树拍案子，一夜之间，我乾隆山庄竟然3次吃亏。昨夜有人闯进一所，烧了我们一批货，杀了10几人后逃走，而你们却连一个人都没抓住，想让我乾隆山庄沦为江湖笑柄吗？庄主息怒，那杀了牡丹的周伯通，此刻就在客栈，拿下他，既可维护我庄声誉，又能向梁成栋交代，一举两得。更何况梁成栋也说过，周伯通可能就是齐修平假扮的，干脆将齐家之事也扣在他头上，这样牡丹还有齐家之事就都有了说法。罗树深吸一口气，好，那你即刻带人先去给我拿了周伯通。是。齐修平和郑三勇、郑四康坐在桌子旁边吃东西，郑三勇神色凝重。周兄，广平县不太平，我们得提早离开了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乾隆山庄牵扯其中，他们为了找回面子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一群人策马停在客栈门口，鱼贯而入。是乾隆山庄的供奉何魁，他们怎么来了？低头，别瞎看，想惹火上身吗？何魁径直走到齐修平面前，齐修平冷冷地跟他对视。周伯通是吧？有何指教？装傻是吗？你一上楼是我乾隆山庄的地方，你初次造访就杀了花魁牡丹，未免太不把我乾隆山庄放在眼里了吧？郑三勇站起来，何供奉，你这话未免太不讲道理了。是那牡丹要刺杀周兄在先，才被周兄反杀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，便来兴师问罪。何魁冷哼，信口雌黄。牡丹什么时候要刺杀他周伯通了？有人证物证吗？分明是他乖戾暴虐，牡丹不堪受辱，结果被他所杀。周伯通若有异议，大可跟我走，去乾隆山庄与人当面对质。你敢吗？常远站出来，老何，你跟他们废什么话？这姓周的，我乾隆山庄拿定了，什么卧虎镖局、太阳商会的，都滚一边去！敢阻挠的话，统统宰了。你又是谁？乾隆山庄供奉常远，别以为杀几个喽啰就真是大侠了，识相点，乖乖就擒，不然等我动手，你就知道3品和3品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了。是吗？齐修平突然拔出龙渊剑刺常远。常远挥刀迎接，龙渊剑剑气将常远脑袋砍落。齐修平收剑，3品和3品确实有很大差距。何魁暴怒，封锁客栈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何供奉这是铁了心要为那女刺客报仇了？何魁眼睛闪过寒芒，乾隆山庄的人不是谁都能杀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多杀几个好了。一起上，斩杀此僚。何魁身后10几个乾隆山庄之人立刻杀上来，与此同时，他也纵身挥掌击向齐修平。齐修平立在原地，有几分本事，但想杀我，你还不够格。齐修平剑身一抖，青红剑气陡然爆出。何魁一只手掌被一分为2，剑气在他胸前留下一道血淋淋的伤口。何魁转头朝大门跑，齐修平冷哼，想走，晚了。齐修平伸手抓何魁的后颈，一枚布屑突然飞过，擦伤齐修平手背，打中大堂内一根立柱，立柱轰然炸裂。堂堂4品高手，只敢在暗处偷袭吗？罗树出现在门口，闲庭信步地走进来。乾隆山庄众人躬身，庄主，你就是乾隆山庄的庄主？罗树眼睛闪过寒芒。本来你若是负荆请罪，我说不定还能只废你修为，放你条生路。可现在我乾隆山庄2位供奉在你手里一死一伤，那你就只能死在这里了。齐修平冷笑，罗庄主，不就是杀我未遂，又折了2个供奉，觉得面上无光，怕人耻笑你乾隆山庄吗？堂堂4品高手，一庄之主，怎么像个矫情妇一样？放肆！想死我成全你。4品，我今日就看看4品又能奈我何？罗树挥掌拍向齐修平胸口，齐修平挥剑阻挡，剑身就被罡气震开。罗树的手掌重重拍在齐修平胸膛，齐修平身子一震，胸口和背后衣服碎裂，踉跄退后数步，口中吐血。罗树惊愕，没死，你竟把护体硬气功练到了极致，怎么可能？就凭你！罗树恼羞成怒，挥掌攻击齐修平。齐修平挥剑迎上，两人从客栈大堂打到街上。唐绸突然现身空中，长剑脱壳而出，凌厉罡气直奔罗树。谁？罗树转身拍掌，把来袭剑气拍散。齐修平挥动龙渊剑，从后面刺入他的腰肋。罗树震怒，找死！罗树挥掌击齐修平，齐修平抽剑避开罡气。你往哪跑？唐绸挥剑刺罗树，罗树不得不回身应对。你是谁？15年前唐家仅存的孤魂野鬼。罗树震惊，你是唐克里？我现在叫唐绸。唐绸挥剑，银白罡气劈到罗树胸口。
将他整个人劈得倒飞出去。罗树人在半空吐出一口血来，眼睛死死盯着唐畴。你本就是该死之人，今天我就……齐修平纵身腾空，龙渊剑当空劈在罗树的脖子上，罗树失手分离落地，身子重重砸落在地，脑袋滚出老远，死不瞑目。齐修平看向何魁，何魁扭头就跑。我让你走了吗？齐修平纵身追上，挥手一道电光斩去。何魁怒吼，欺人太甚！何魁挥掌迎上，齐修平的龙渊剑穿透何魁胸膛，何魁吐血倒地。齐修平转过头，目光扫过剩下的乾隆山庄众人，快跑啊！齐修平持剑追上，砍杀乾隆山庄众人。不一会儿，尸首遍地。齐修平站在尸体之间，收剑入鞘，转头看向走到近前的唐畴。看来昨晚城外一所就是你烧的了。昨晚齐家和霓裳楼的事是你做的。唐畴挤出一丝笑容，拿出一块玉佩丢给齐修平。这信物收好，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持此玉佩到百建房地话即可，我自会来找你。齐修平接过玉佩，你确定？确定。你助我大仇得报，我也没什么可做谢礼的，唯有一身武力尚可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告辞。不送。唐畴跃上屋顶，不见踪影。街市安静片刻，远处忽然传来官府之人的呼喝声：“周大侠，郑镖头，你们快走！四大庄可还有3庄呢，你们动了乾隆山庄，另外3大庄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趁现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你们赶紧离开东平府。”街市福顺着急：“周大侠，郑镖头，你们快走！四大庄可还有3庄呢，你们动了乾隆山庄，另外3大庄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趁现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你们赶紧离开东平府。”郑三勇点头：“有道理。”福顺看齐修平：“周大侠，你能单独走的话，最好还是单独走吧。”齐修平略微沉思：“分头走也好，那咱们就此别过。”一马河，齐修平坐在一艘客船的船舱里，打开系统控制面板，全部开启。齐修平失望，暗器法门啊！齐修平折断一截竹片，屈指一弹，竹片飞射而出，一丝声音都没有，瞬息钻进河面，一丝波纹都没掀起。8000多经验，总该让纯阳内功动一动了吧？把纯阳内功的熟练度提到52%。一缕罡气在齐修平手掌浮现，齐修平手臂伸出窗外，对着河面隔空一挥，罡气挥出，瞬间将河面切开，眨眼又恢复平静。这就是4品罡气吗？齐修平收掌，深吸一口气，剩下经验全部投入慎影剑法。就差13点了。夜半时分，船家带着几个伙计，手握大刀，摸进船舱。齐修平躺在船舱里。齐修平突然说话：“大半夜的，我不太想动弹，给你们个机会，老老实实坐回去，我饶你们一命。”船家狞笑：“哈哈，饶我们一命，小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事情？你以为自己有2下子就能跟我这些刀口上舔血的人过招了？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”齐修平叹口气：“既然你们找死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”齐修平睁开了眼，剑光一闪而逝，3个壮汉脖子上出现一道血线，紧接着脑袋缓缓从脖子上滑落。齐修平掰断竹片，屈指弹出，壮汉一个接一个的跪倒在地。齐修平看向船家，齐修平看向船家，船家跪地磕头：“大侠饶命，我上有80老母，下有……还能驾船吗？”船家点头：“能，我们都能。”那就继续驾船吧。你们几个去把船舱清理一下。是。齐修平躺在船舱，唤出系统控制面板，全部开启，把身影剑法拉满。剩下1200点经验，全部投入到弹指破上。船家惊叫：“大侠，后面有快船朝我们追过来了！”梁成栋站在快船船头，梁成栋兴奋：“追上去！快，师哥，这船还是太慢了。”石红纵身跃出快船，踏着水面落到客船船尾。石红疑惑看着齐修平：“你不是齐修平？”齐修平微笑：“我也没说过我是啊。”石红喝问：“那你是何人？齐修平在呢？”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别跟我装傻，交出齐修平，我还能放你一马，不然的话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齐修平也休想逃。谁给你的勇气，让你觉得我需要你放我一马？石红大怒：“你找死！”石红袖口一甩，2枚锥状暗器刺向齐修平的双眼。齐修平手指一弹，2个竹片飞出，指标和竹片碰撞，不见了踪影。齐修平挥动龙渊剑，几十道剑影刺向石红周身要害。石红震惊：“罡气是个4品高手。”石红震惊：“罡气是个4品高手。”石红挥动软剑与龙渊剑对劈到一起，周围河面炸起，脚下船只千疮百孔。交手片刻，石红忽然转身跳进河里，齐修平紧追上去，想跑。齐修平挥动龙渊剑，剑气从石红脖子斩过，尸首分离，掉入一马河。梁成栋和许仙安的快船开到齐修平跟前，梁成栋震惊：“你就是齐修平？你也是天眼剑宗的弟子？是谁让你们来杀我的？老实交代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个痛快。”梁成栋看许仙安：“仙安兄，拿下这小子，无论是生是死，只要你得手，我便可向师门发信。无论是助你突破，还是帮你双刀门重振门派，都不是问题。”齐修平摇头：“何必呢？”许仙安挥手：“放肆上！”双刀门5个3品高手手持双刀冲上来。齐修平冷哼：“找死！”齐修平挥舞龙渊剑，剑身爆出金黄剑气，5个人被断成10截。
掉入河里。许仙安眼睛猩红，去死！许仙安纵身飞出，双刀交叉直抢齐修平，剑气与刀气碰撞，锋利罡气席卷，齐修平控制不住的向后退了2步。齐修平淡然，你倒是有几分实力，比刚才那个家伙强。许仙安立在水面，你的剑从何而来？关你屁事！齐修平纵身跃出，踏水而行，和许仙安又缠斗在一起。几艘快船受到罡气波及沉没，梁成栋踏河上岸。我就不信你的护体硬气功连这一刀也能倒。许仙安把双刀合为一刀，罡气汇聚成巨大刀影，朝齐修平横扫，巨大压力笼罩齐修平。斩山，斩山！来得好！他沉肩扎步，把纯阳内力化为罡气，涌入龙渊剑，金黄剑芒四射，刀剑罡气重重撞到一起，2人脚下地面碎裂，无数石子飞射出去。许仙安口溢鲜血，齐修平神情淡定，梁成栋低声骂：“该死！”齐修平眉头一皱，2只弩矢贯穿他的蛇鳞软甲，但没有伤害到他。一枚弩矢射中许仙安腰部，许仙安愤怒：“梁成栋，你在干什么？安心去吧，谁让你跟那种废物一伙呢？”齐修平挥动龙渊剑，剑气把许仙安的脑袋切断。开启！太好了，玉毒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们不是对手，快走！天眼宗众人扭头就逃，齐修平冷笑，脚下一戳，一颗颗鹅卵石破空飞射，逃跑的人被击中倒地不起。梁成栋拔出腰间长剑，齐修平一步一步靠近他。齐修平摇头：“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你知道你不是我对手，你练的天眼宗剑法不够火候。”梁成栋羞愤：“不是对手，我也要跟你拼到底。”想活吗？梁成栋惊讶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一直搞不懂天眼剑宗到底为何要对付我。你若是能给我解惑的话，我放你一条生路又如何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要如何保证你不会杀我？齐修平冷笑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想跟我讲条件？我死了，那你就永远不知道答案了。只要你指天发誓，我交代你想知道的事情后不杀我，我就什么都告诉你。我死了，那你就永远不知道答案了。只要你指天发誓，我交代你想知道的事情后不杀我，我就什么都告诉你。”齐修平微笑：“我齐修平发誓，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不杀你，可以了吧？”梁成栋吸一口气：“命我跟何元前来对齐家下手的是我师兄破云枪秦震。”齐修平皱眉：“秦震他很强吗？”梁成栋点头：“强。秦师兄是位列乾隆榜的天才，顶尖5品，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到6品，在天眼剑宗中更是掌门亲传弟子。等日后他成长起来，极有可能继承掌门之位。”那这个秦震为何要对我和我家门动手？梁成栋犹豫：“因为宋敏、宋师妹，秦师兄对宋师妹有意，宗门也有意撮合2人，但都被宋师妹已有婚约在身而拒绝了。秦师兄觉得除掉你，解除婚约便可成好事，所以……”梁成栋警惕地往后退去：“你的问题都回答完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”齐修平摇头：“怕是不行。”齐修平剑光一闪，梁成栋手中竖起格挡的长剑，和他的脑袋一起抛飞出去。齐修平狂喜：“啧，大收获啊！投入9000经验到纯阳内功，剩下1200点经验全部加到弹指破。”齐修平微笑：“坐船是没戏了，只能从别的地方走了。”齐修平消失在夜色之中。太阳县烟雨楼，齐修平在窗边落座，翟云龙和6名手下走进来坐下。翟长老真是好心智啊，背叛我千鹤阁，竟然还有心思来庇护赏景，真是没把我申景彤放在眼里啊。申景彤带着千鹤阁手下走进来，翟云龙撇嘴：“说我翟云龙背叛你，亲手毒死你老爹，又算什么？想抓我，那就拿命来换。”申景彤深吸一口气：“今天这里所有人一个都不能放走，途经烟雨楼。”申景彤深吸一口气：“今天这里所有人一个都不能放走，途经烟雨楼。”跟随翟云龙的6个护卫朝申景彤的人冲杀过去。申景彤轰齐修平面门，齐修平挥拳迎上去，申景彤向后划出数米。申景彤震惊：“你又是谁？”“周伯通。”“是你。”翟云龙冷笑：“呵呵，周少侠果然名不虚传，今日就你我2人联手，干掉这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孽障。申景彤，我们2个4品对付你一个4品，我看你怎么死。”申景彤冷笑：“谁告诉你，只有我一个4品武者来追你的？”翟云龙笑容顿离，窦洪波带着10几个人鱼贯而入。申景彤兴奋：“窦长老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与我一起干掉翟云龙和周伯通。这周伯通也是4品。”窦洪波看向齐修平：“周伯通，听闻你天赋不错，不过阻挠千鹤阁做事，可是自找死路。你真想好了吗？”齐修平冷笑：“我倒是不想多事，只是我想走也走不了啊。”窦洪波眼睛闪过寒芒：“事已至此，只能算你们倒霉了。既然你们执意要把我牵扯进去，那就看看究竟是谁倒霉吧。”窦洪波挥舞大刀，率先对齐修平出手，2人缠斗。齐修平嘲讽：“刀法确实有些火候，可惜上限不高啊。”窦洪波愤怒：“自大小儿，有本事你别动！”如你所愿。齐修平双手握剑，跟窦洪波的大刀对上，罡气暴卷开来，窦洪波和他的大刀被劈成2半。齐修平冷笑：“千鹤阁的人这么不堪一击吗？”齐修平摇摇头，提剑朝申景彤走去。申景彤惊恐：“拦住他！”太阳县烟雨楼，申景彤惊恐：“拦住他！”10几个千鹤阁高手立刻朝齐修平围了上来。齐修平挥动龙渊剑刺出，10几个高手片刻倒地。周少侠，佩服，就剩申景彤了，你我2人合力拿下他。周伯通，你想好了？我是千鹤阁的少阁主，你得罪了东平府的4大庄，还想得罪安定府的千鹤阁吗？对你没好处。齐修平冷笑：“不就是得罪千鹤阁吗？若是千鹤阁里都是你这种人，得罪了也无妨。”滚！申景彤眼神一狠，一拳轰出。齐修平同样握拳迎上，
同时一道破空而来的剑光向申景刺来。不可能！申景彤的头颅高高抛起，掉落在地。齐修平看向翟云龙，你可以走了。你不走吗？我先做点事。齐修平撕下申景彤的衣服，蘸着他的血，在墙上写下几个大字：杀人者，周伯通是也。翟云龙大笑，好字，这怎能少得了我？翟云龙也蘸血写字，还有翟云龙。翟云龙抱拳，多谢少侠相助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齐修平在一处茶肆下马，齐修平落座，换出了系统。先把蓝色的开了，练到炉火纯青，便可出其不意。拔剑就是杀招，好东西啊！把剑士专精拉满，剩下7300点经验，1300点投入到弹指破，最后6000全部投入到纯阳内功之中。呼！一缕金光纯阳之气从齐修平口中呼出，又消散于无形。齐修平坐在桌子旁边喝茶，一队人马赶来停在茶肆门口。刘威走进来，老头上茶。刘威忽然眼神诡异，带着18刀客围住齐修平，取出一张画像，在齐修平与画像之间来回打量。诸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刘威大笑，什么意思？抓你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齐修平竟让我威远帮逮到了。刘帮主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你现在离开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刘威冷哼，不知昆仑高阵。18刀客齐齐拔刀出鞘，身形交错，刀光连绵成片，如天罗地网，将齐修平笼罩。刘帮主，我不想与你动手，你若要是再苦苦相逼，我也只能动手了。刘威冷笑，好汉进了我威远帮的昆仑高阵，你觉得你还能出其不上？银白刀网突然缩起，立即刀光劈到齐修平身上，毫发无伤。刘帮主，你们打不过我的，现在离开，我还是可以既往不咎。刘威大喝，张开！刘威窜出，瞬间出现在齐修平身后，握拳打齐修平后心。刘威怒吼，后体硬气功是吧？有破！找死！齐修平拔剑出鞘，撩剑士，18把长刀断裂落地，18刀客倒地不起。刘威扭头逃跑，齐修平追上去，刘威转身挥刀砍向齐修平，一道金黄剑幕映入他眼帘，刘威的脑袋飞出去，身体巍然倒地。齐修平骑马回头望了眼茶肆方向，面带笑意，换出系统，全部经验值投入，弹指破。当县城门口，赵刚还有周玲骑马出来迎接齐修平。赵刚拱手，周兄、齐兄，好久不见。齐修平拱手，赵兄，好久不见。赵刚看向周玲，我之所以特地寻你踪迹，是因为这位周玲周公子要找你。周公子莫非是听了传闻，想来惩奸除恶？没兴趣，我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。秦震挑战各路高手的时候，断了我哥一臂，还被天眼剑宗力保，我们都跟天眼剑宗有仇，所以我跟你是同道中人。齐修平点头，确实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你我一起给秦震、给天眼剑宗找点麻烦，只要他们不开心，我们就开心了，对吧？不知周公子所说的找麻烦是什么？周玲走到齐修平身前，治安地府藏了个宝地，很多人都想得到，天眼剑宗也在其中。什么宝地？有重宝吗？我对是什么宝贝不感兴趣，只对给他们添堵感兴趣。如果你同意跟我联手，我也不让你白忙。这盒子里是2颗破境丹，可助你突破境界。周玲拿出一个拳头大的盒子，怎么样？答应吗？那宝地在哪？隐礁山，有关那宝地的地图，我这儿有一份。你与其考虑能不能找到那地方，不如想想怎么应付那些高手。齐修平接过药盒打开，2颗通体赤红如火，表面带着火焰纹理的丹药映入眼帘。一队马队突然疾驰而来，齐修平扣上药盒，望向太阳县城门处。我的麻烦上门了，我的麻烦上门了。周公子，你们先走吧，我该去忙正事了。周玲向马队看过去，眉头紧蹙。你的麻烦不小，来的是梁家人，叫梁成才，是梁成栋的族哥，天赋不错。当初比梁成栋更可能进入天眼剑宗，只是被梁成栋他爹横插一手，让他没了机会。说起来，他还要感谢你呢。那他道谢的时候态度得诚恳一点。周玲惊讶，你不跑，那梁成才可是顶尖4品，还有梁家和双刀门的高手随行。别逞强，我还等着看秦震见到你时的表情会有多精彩呢。齐修平大笑，一味的逃可不是良策，他们能找到我1次，就能找到我第2次，只有杀才能让他们适可而止。齐修平策马迎向那群人，周玲看着齐修平的背影，周公子，我们不插手。周玲摇头，要是他能解决掉那些人，呵呵，那可就更有意思了。不知道秦震得知这个消息，会不会亲自出马？大雨倾泻而下，10几匹膘肥体壮的战马向齐修平狂奔而来。梁成才大喝：“齐修平！”梁成才带人将齐修平包围起来。伤我梁家之人，竟然还敢现身，你胆子还真不小啊！你就是梁成才，我帮你干掉了梁成栋，帮你这么大忙，让你有了翻身登天的机会，你就一点不感谢我吗？还不跟我说声谢谢？胡说八道！你杀我梁家人，我恨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谢你？齐修平撇嘴，口是心非。你还真是虚伪啊！少废话，给我弟弟偿命吧！梁成才纵身从马背上一跃而起，长剑出鞘，朝齐修平扑去。缠绕罡气的剑芒把齐修平笼罩住。齐
齐修平嘴角露出一丝嘲讽。龙渊剑突然出鞘，金黄剑影从梁成才身子中间划过，他的长剑被斩断，人也被剑影切成了两半，当空坠地。闪亮的电光映照出一张张惊愕的脸。杀了他！不杀了他，回去交差，死的就是我们。梁家众人朝齐修平杀去。太阳县城门口，给我死！吴通挥拳轰向齐修平的脑袋，齐修平当即纵身后跃，拳影落下，地面出现一个深坑。吴通不断出手，齐修平一面躲闪。不是没有胜算。齐修平用辽剑式挑向吴通右臂，吴通抬脚一跺，齐修平被罡风冲击的倒飞而出，两道寒芒忽然从身后袭来，直奔他后颈和后心，找死！梁家两人脑袋高高抛起，吴通的拳风打中齐修平后背，齐修平倒飞而出，吐出一口血。他受伤了，上！四个梁家高手一拥而上，齐修平挥剑迎上，不一会儿，四个梁家人倒下。吴通再次冲出，齐修平提剑迎面上，吴通手臂突然抛起，狠狠砸在齐修平胸口，齐修平口吐鲜血，金黄剑影从吴通脖子划过，全部开启。齐修平狂喜，好东西啊！齐修平沉思片刻，就决定是你了。金刚不坏。齐修平周身的金黄色流渐渐化为古铜质。现在再挨那吴通一拳，应该不会再吐血了。提取21000点经验，投入纯阳内功。金灿灿的纯阳内力透体而出，宛如火焰一般，将齐修平包裹在内。齐修平把2颗破镜丹丢进口中，齐修平狂喜。5品初期，9楼。齐修平自饮自酌，周玲背着手走进9楼，坐到了齐修平面前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你现在的样子，可比戴着面具的时候顺眼多了。快，赵刚他们没跟你一起来？周玲自饮一杯酒，他们先行一步去隐郊山了，我也不坑你。天眼剑宗的蔡剑池已经出发去了隐郊山。蔡剑池是乾隆榜上的天骄人物，你虽然杀了5品的酒葫芦吴通，但跟5品后期的蔡剑池相比，吴通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那宝地8成要成为天眼剑宗的囊中之物了。齐修平哈哈大笑，你不是说你不在乎那个传承吗？是不在乎，但东西落到天眼剑宗的手里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不是还有什么枪林峰的陶哲翰吗？陶哲翰虽然也不错，但跟蔡剑池一比，还是要逊色几分。况且枪林峰恐怕也不愿意得罪天眼剑宗。齐修平面露喜色，好事啊！你确定有这么多高手？周玲惊讶地看齐修平，确定。那些跟你有仇怨的人都已经在隐郊山集结，就等着你送上门。好，既然各路高手都给我搭台唱戏，我不出现，岂不是浪费他们一番苦心？这隐郊山我去定了。隐郊山，齐修平和周灵若走在山中，前方3方人马围绕着一个隐蔽的山洞激战。还有谁想来送死？没有就赶紧滚！哈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。唐四海，你也就赶在这时候逞威风了。唐四海看向说话人，有本事你们就试试，看是我手里的刀印，还是你们的嘴印。试试就试试。安定府的诸位，你我先不争了，先灭了4大庄的人，之后我们一起进去，如何？其他帮派的人群分散开，将4大庄的人包围起来。真像隔着狂吠的狗，栅栏一打开，反倒都蔫了。谁在说话？隐郊山。谁在说话？齐修平身后是女扮男装的周灵若，从林子里走出来，找死！唐四海挥刀砍齐修平，金灿灿的剑影闪，唐四海的脑掉在地上。杀了他！敢杀我4大庄的人，拿命来！10几道身影冲到齐修平面前，齐修平提剑，来得好。不过多久，20多具尸体横七竖八的倒在齐修平周围。齐修平带着周灵若走进甬道。周灵若不可思议看向齐修平，没想到你竟然踏入了5品，怪不得如此自信。杀吴通的时候就已经是了吗？没有，杀他4品足矣。周灵若震惊，你这等天赋当真恐怖。秦震跟你相比，怕是也要逊色一筹。可惜他起步时间比你早，现在距离6品怕是只有1步之遥啊。那又如何？就算他踏入6品，早晚还是要死于我手。周灵若微笑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丁六腿影当头劈砍，直奔齐修平的脑袋。齐修平偏头侧身，腿影擦身而过，青块岩石被劈碎。好快的反应，5品。神刀腿丁六，这人恶贯满盈，最喜侮辱有夫之妇，在谢志阁也是榜上有名。丁六盯着周灵若，好俊俏的后生，是女扮男装还是男生女相？趁着齐修平还没来，老子先快活快活。周灵若拔剑，住嘴！剑光和腿影碰撞，周灵若被丁六逼退。可惜了，你若是踏入5品，这丁六不是你对手。我压箱底的手段不能浪费在这等人身上。齐兄，你来吧。丁六面露微笑，你是齐修平，哈哈，过来受死，我好拿你的人头领上去。听见了吗？他要让你去受死呢。你准备用多少招解决他？一剑足矣，一剑足矣。丁六冷笑，嗨，一剑，你还真是狂妄啊！你凭什么？凭我实力远在你之上。丁六怒吼一声，凌厉腿影将齐修平笼罩。齐修平把龙渊剑出鞘，丁六惊呼：凌宾不好！腿影被一剑斩碎，剑光从丁六身上一闪即逝，丁六摔到齐修平身后，身子断成2截。周灵若震惊，你这一剑怎么练的？想杀我的人多了，就练出来了。好吧，原本我只觉得你以后能跟秦震匹敌，现在来看，我低估你了。恐怕用不了多久，秦震也会是你的手下败将。乾隆榜上没你的名字，
简直是他们最大的失误。齐修平摇头，他们最好还是别让我上乾隆榜。登榜之后，原本会对我动手的人就不敢动了。能少点麻烦还不好？你这人真怪。齐修平搜索丁六，将所有战利品球全部开启，全部投入分金错鼓手。一群人举着火把朝穹洞深处而去。齐修平和周灵若竟伏在甬道边缘。好大的穹洞！穹洞中间有一个水潭，水潭之中躺着一把银白直刀，直刀之下有一个箱子。水潭周围10多具尸体散落。千鹤阁总阁主申明正，双刀门掌门萧恒，4大庄的封侯枪杜振邦和不见血赵飞，夺命棍王朝。最前面那个就是残影剑蔡剑池。哈哈哈！各位，好消息，那齐修平来了。齐修平真来了。蔡公子，那个丁六是被你留在那条通道的吧？各位，先别管齐修平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决定这潭水中的东西归属。那把斩月刀我没兴趣，但箱子里的东西得见者有份吧。穹洞深处，各位先别管齐修平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决定这潭水中的东西归属。那把斩月刀我没兴趣，但箱子里的东西得见者有份吧。此话有理，齐修平什么时候杀都不迟，我等先把眼前的事情谈好。蔡公子，这斩月刀只有一把，你尽管带走，我等绝无意见。至于箱子里的功法，还请蔡公子允我等誊抄一份，别让我们空手而归。没错，蔡公子带走原本回去复命，我们誊抄个副本喝汤，大家各取所需。各位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蔡剑池扫视一圈，还有谁这么想？我双刀门自然是听从蔡公子的意思。千鹤帮也不贪求箱中之物，我只是为了杀齐修平而来，别的我不在乎。蔡剑池拔剑，数十道剑光凭空浮现，剑尖直指赵飞，赵飞被切成2半。蔡剑池扫视众人，斩月刀还有箱子里的东西，都是我天眼剑宗的囊中之物，岂容你等觊觎？谁要是有意见，现在就站出来跟我谈。众人纷纷扭头朝通道看去，齐修平缓缓走出来。你就是齐修平？之前听说你的事，还以为只是夸大其词，现在看来，他们没夸大其词，而是小看了你。梁文道跨出一步，既然一个个都不敢为人先，那就我来打头阵。齐修平，你杀我梁家2子，今日我就手刃了你。申明正跨出一步，梁兄这话未免有失偏颇。什么叫不敢为人先？我儿也死在这齐修平手里，报这杀子之仇就在今日。齐兄，这2个人交给我。周灵若从齐修平身后现身，手里捏着2颗拳头大的黑丸。蔡剑池沉下脸，孤独丸，周灵若，你可想好了？要是用了这东西，你周家可就要面临倾覆之危。周灵若失笑，哼，拿周家威胁我。你天眼剑宗尽管试试能不能灭了我周家，看是我周家的蛊毒丸够用，还是你天眼剑宗的高手够多。不必，我还用不上这个。齐修平向前走去，申明正、梁文道，不是要报杀子之仇吗？我这就送你们去跟儿子团聚。申明正、梁文道，不是要报杀子之仇吗？我这就送你们去跟儿子团聚。齐修平整个人如离弦之箭一般冲出，拍住一掌。申明正愤怒，找死！申明正握拳迎上齐修平的掌，一拳一掌撞在一起。齐修平挥动龙渊剑撩申明正腋下，放肆！蔡剑池出剑挡住龙渊剑，火星剑起。齐修平微笑，挥剑刺向蔡剑池。蔡剑池皱眉，轻松剑气，这剑法也是你能用的。蔡剑池使出残影剑和齐修平缠斗，不分胜负。我还是低估你了，看来我得认真了。蔡剑池摇摇头，拔出腰间的另一把剑，冲向齐修平，两人再次缠斗在一起。齐修平胸口中箭，当即飞身而退。蔡剑池惊讶，之前倒是没注意，你那把剑倒是不凡。蔡剑池眯眼看着龙渊剑，秦正师兄应该会喜欢这把剑，看在你送剑上门的份上，我给个痛快。齐修平冷笑，那你来试试。齐修平挥剑朝蔡剑池冲去，阵影剑法带出，剑影无数，笼罩蔡剑池。残影剑是吗？剑快是吗？齐修平和蔡剑池各自中箭，衣衫褴褛，遍体鳞伤。我们要参战吗？蔡剑池怒喝，谁敢动手，谁死。齐修平和蔡剑池两种罡气碰撞，仙气强劲爆炸，烟尘四起，穹洞震动着落下碎石。齐修平倒滑出数米，嘴角溢出血。蔡剑池一连退了好几步，胸前出现一道狰狞伤口。咳！蔡剑池咳出一口血，身形踉跄了下。齐修平大笑，哈，看来你也没那么强啊。再来！齐修平脚下猛跺，再次冲出，找死！蔡公子恕罪，给我等一个报仇的机会。申明正和梁文道纵身跃出，齐修平冷哼一声，服下一枚灵松玉露丹，灵活躲闪。申明正怒吼：“你就只会逃吗？我只是在等药力发挥而已。”齐修平停下脚步，身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伤痕悄然痊愈。梁文道惊呼：“不好！”穹洞深处，梁文道惊呼：“不好！”齐修平挥剑从申明正和梁文道两人中间穿过，直奔蔡剑池。申明正和梁文道面露惊恐，两人的脑袋滚落在地。你实力着实不凡，就此退去的话，我可作保消灭你与我师兄和天眼剑宗的恩怨。哼，死到临头就别说没用的了。蔡剑池愤怒：“你若杀了我，以后江湖必定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那便扫清江湖，
到处都是我的容身之地。齐修平的龙渊剑影和蔡剑池双剑剑影对撞在一起，龙渊剑从蔡剑池双剑之间穿过，刺穿他的脖颈。其他高手跪地。齐大侠饶！齐修平猩红的眼睛闪过寒芒，挥剑将剩下的这20多人全部杀死。齐修平坐到满地尸体之间，别发呆了，把坛中的东西取出来吧。那蔡剑池说的没错，你杀了他，江湖上确实很难再有你的容身之地了。要不跟我走吧？怎么，你家能保住我？周灵若摇头，光靠我家自然是不能，但我家在关宁道还是有些关系的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躲起来不是我的性格，与其躲躲藏藏，不如杀到他们，见到我就要装不认识我。更何况我也不想拜师，也不想跟朝廷沾上关系。周灵若叹口气，好吧，那你在此不要走动，我去坛中取东西。周灵若跳入坛中，将里面的斩月刀和箱子提出来，瞧瞧吧。齐修平拿起斩月刀，随手一挥，一缕银白刀气飞出，将地面切出深深的刀痕。齐修平感叹，不愧是灵兵。齐修平腰间龙渊剑忽然微震，他将斩月刀抛给周灵若，跟我的剑比，好像要逊色一筹。看龙渊剑，你这把剑有神兵之姿。还是看看箱子里有什么吧。穷洞深处，还是看看箱子里有什么吧。周灵若打开箱子，取出斩月刀法秘籍。看秘籍，斩月刀法，这就是公叔庆的成名刀法。是的，你不知道剑意，那你跟蔡剑池对战的时候有样学样。既然掌握了剑意，你可要好好磨练。我练的是剑，这刀法与我无用，你拿去吧。好吧，那这箱中的其他东西都归你了。出了隐郊山，齐修平突然腿软倒地。3颗灵松玉露丹，你还真敢吃？这下子虚弱个10天半个月了，这时候要是有人找上你，你可就危险了。齐修平呵呵一笑，这不是还有周公子吗？周灵若摇头，我先送你去个安全之处。太阳县谢之阁小院，这地方你放心待，不会有人通风报信。蔡剑池一死，外面肯定都是寻你行踪的人，你最好不要出门。凭你的天赋，耐心等上几年，天眼剑宗也奈何不了你。以你之见，天眼剑宗有没有可能派出6品高手来寻我？周灵若沉思片刻，除了天眼剑宗，成平道那些6品高手恐怕也会前来追杀你。不过只要你不离开这个院子，院中有布置、推演算卦之类的手段也找不到你。怪不得要送我来此，多谢。实不相瞒，天眼剑宗背后还有朝堂乃至宫中之人撑腰，对付他们，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。齐修平笑了笑，无妨，我一个人应付得来，你先走吧，免得天眼剑宗迁怒到你。那便告辞了，有缘再见。周灵若依依不舍离开，齐修平目送他离开小院。小院房间内，齐修平唤出系统面板，掀开金色战利品球。小院房间内，掀开金色战利品球，一阵金光闪过，齐修平狂喜，这门太阴剑法可比轻松剑法和慎影剑法强悍多了。开启4个蓝色战利品球，都是好东西，剩下的全部开启。高手提供的经验就是多，提取12万经验值，投入到纯阳内功之中。齐修平狂喜，5品后期。齐修平并起手掌，轻轻一挥，金黄剑芒飞射，2个图案被瞬间切断。要是蔡剑池能活过来，与他再战一回就好了，看看多少招能将他斩于剑下。一匹马停在谢之阁前，骑士翻身下马，从马背竹筒中小心抽出一卷纸来，张贴到谢之阁前。赵刚也带着谢之阁众人出来维持秩序。是乾隆吧？也没啥变化啊。不对，霍云枪秦阵进前10了，位列第8。上面有齐修平吗？他前脚刚杀了蔡剑池，后脚乾隆榜就变了，应该有他才对。在这呢，是杀剑齐修平，成平岛东平府广平县人士，现年20，单剑法，护体硬气功，位列乾隆榜第45位。千鹤阁外，齐修平要进千鹤阁，唐畴忽然拦住他。齐兄，稍等一下，我还有一句话，我代表绣衣门再邀请你加入，只要你答应，立刻就许你天级杀手腰牌。齐修平驻足，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绣衣门的意思？当然是门内高层的意思，不然我哪有资格许下天级杀手的承诺？是哪位高层？开阳长老，他是我师傅。原来如此，你真的可以考虑考虑，陷入绣衣门，对你而言是好事。听起来确实挺不错啊，动一次手能赚多少钱？听起来确实挺不错啊，动一次手能赚多少钱？不一定，从几百两到几千两都有，高的还有上万两银子，比谢之阁多得多。对了，这里面的人是不是脑袋上都有悬赏？有，普通门人弟子1个10两，长老供奉、掌门庄主之类，最少的2000两，最多的6000两。我杀人，你领赏，我拿9成。齐修平纵身跃入千鹤阁，挥剑冲入人群，高手纷纷抵下。萧恒、傅正华等人匆匆赶到。齐修平，你该死！齐修平冷笑，巧了，我也觉得你们该死。难得你们齐聚一堂，那就一起上路吧。各位一起上，他是靠着服用丹丸才杀了蔡剑池，没传闻中那么强。萧恒和傅正华同时朝齐修平杀去，傅正华双臂鼓胀，萧恒双刀交叉，强大的罡气直奔齐修平。齐修平拔剑，一道银白剑光闪过萧恒的
和傅正华，两人脑袋落地。齐大侠，饶命！我从没做出针对过你的事，来安定府也只是为了寻纳宝地而已。来这也是因为害怕。齐大侠，我只是被临时推上来做的这个梁家家主，我对天发誓，对你绝无敌对之意，求你网开一面，我保证梁家再不与你为敌。齐大侠，只要你不杀我愿献一份宝图。齐修平心头一动，什么宝图？富国龙脉图。前朝无力回天之际，曾将各类重宝财富分别存放起来，留给宗亲血脉复国之日。里面的东西价值连城，随便找到其中之一，便富可敌国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我梁家能发迹，便是吃到了一点残羹剩饭。只要齐大侠饶我一命，我愿贡献宝图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献出宝图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千鹤格外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献出宝图，我就饶你一命。梁文元摘下身上玉佩，双手捧现，这便是宝图之一。对竹印图文自现，集齐4块玉佩，便能组成完整地图。4块。这是1/4。对，我。梁文元的话还没说完，一道剑光突然闪过，身子一分为二。杜振邦怒吼：“这齐修平就没打算留活口！”金黄的剑光向杜振邦袭去，杜振邦被砍为3截。齐修平摇头，这下嗜杀剑的称号，怕是真摘不掉了。唐愁跃进千鹤阁时，看到尸体，大吃一惊。随后，唐愁眼中露出一丝喜色，扔给齐修平一个刻着天字的令牌。你现在就是修一门的天机杀手了。这么草率？不草率，我怕你又改主意了。况且这也是我师傅的意思，将这令牌对主意你，可找到修一门的驻点，接交任务，领取赏金。齐修平收起令牌，好，那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我还得去别的地方做客呢。齐修平骑马离开太阳县，系统音乐板打开。白色战利品球乘192，全部开启。经验加136000，把纯阳内功给我拉满。纯阳内功100%，特效纯阳罡气。这就是6品初期吗？应马河下游，齐修平带着斗笠钓鱼，一队旌旗护送着一辆奢华马车奔他而来。马车上插着白虎踏山旗，赵炳站马车上拱手。齐大侠，在下承平道白，虎卫赵炳，特地寻齐大侠而来，可否赏个脸，过来一坐？齐修平微微一笑，有何不可？齐修平纵身一跃，轻盈落到马车之上。赵炳夸赞：齐大侠果然好功夫，不愧是能斩了蔡剑池，登上乾隆榜之人。赵监察，你带人来找我，不是就为了跟我喝2杯酒吧？大祸临头，你还不自知？若不是我今日来此，你已经命丧黄泉了，知道吗？赵监察，这种当头棒喝的小手段，就别拿出来献丑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天眼剑宗一位7品长老已经出山，明天他就会到安定府。你虽然剑斩了蔡剑池，可归根到底也只是个5品而已。面对7品宗师，你除了严谨带路，又能如何？齐修平皱起眉头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大祸临头，我就是你的救命稻草。如今皇子夺嫡，党政之争蔓延到了江湖，那天眼剑宗便参与其中，背后有皇子支持。赵炳拿出一个木盒，四皇子看中了你，让你有机会为皇室效力。之前你吃的肉、喝的酒里面都已经下了毒，这盒子里便是解药。只要你答应为四皇子效力，解药便是你的；若是不答应，你便只有毒发身亡的下场了。你选吧。齐修平气急反笑，想让我效力，却先给我下毒。你们这是什么作风？进退有据罢了，成则皆大欢喜，不成也能得个惩奸除恶的名声。别犹豫了，效力四皇子对你而言好处多多。齐修平从衣领里翻出玉毒珠，齐修平冷笑：“这个叫玉毒珠，光听名字，你应该知道这是干嘛的吧？”赵炳脸色骤变，就要抽身飞退，威胁我，你们配吗？银白光闪过，赵炳的脑袋高高抛起，断颈处鲜血成冰。齐修平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！你们的头都死了，你们也去陪他吧。齐修平手指轻弹，白虎卫全部坠马而亡。齐修平冷哼，不知死活。齐修平从赵炳身上搜出一心二用秘籍，一心二用，这也能是秘籍？齐修平翻开看了看，眉头一挑，这个倒是实用，可以学一学。齐修平换出系统。经验加17500，功法大做工。傍晚，高海和周海带着人来到官道旁，齐修平坐在茶肆的棚下喝着茶水。齐修平，你还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知道我在追你，还敢在这喝茶？齐修平转身，这茶都续了几次了，你们才来，让我好等啊！呵，是等死吗？那我就成全你。齐修平微笑，听说天眼剑宗有7品长老出山，你们不等他到就来找我麻烦，就不怕偷鸡不成蚀把米？年轻人，不要太猖狂了。最后这句话说得对，高估自己的实力在江湖中的地位，确实会死人，但不局限于年轻人，一些老家伙也是一样。高庄主，你觉得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呢？高海从马背上一跃而起，当空一掌按下，形成一个巨大的掌影笼罩齐修平。齐修平举剑迎接，高海的掌影被瞬间斩碎。高海骇然，这小子的功力！齐修平挥剑直刺高海喉颈，高海双掌连拍，数百上千道掌影朝齐修平震压而去。齐修平以身化剑，以剑为锋，朝高海撞来，剑锋两掌并放，罡气爆散开来，观战的人群瞬间倒下一大片。齐修平轻盈落地。高庄主果然名不虚传，不愧是成名已久的高手。不知道我接下来的剑法，高庄主还能不能接下？齐修平挥剑，银白手芒划出一道虚影，元神攻击，他竟踏入了6品。剑锋劈进他的脖颈，他的身上冒出一层冰霜，双眼被冻结成灰白之色。高海硬邦邦的尸体被齐修平一推倒地，冰雕般碎裂开来。好，众人跟着周海往夜色深处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齐修平杀进人群，不断地打击。齐修平拦在周海身前。齐修平，你罪大恶极，肆意屠戮江湖中人，一个活口都不放过，难道你就不怕被正道剿灭吗？齐修平冷笑，罪大恶极？我家门被灭的时候，有人说过4大庄和天眼剑宗罪大恶极吗？
我被追杀的时候，有人说过千鹤阁和双刀门罪大恶极吗？齐修平一剑甩出，将周海一分为二，把打坐弓拉满，剩下的3500点经验值则全部投入到太阴剑法之中。齐修平拔剑一闪，剑气挥出，所过之处冰霜漫。齐修平收剑入鞘，不知道太阴剑法熟练度拉满的特效会是什么？能不能一剑冰冻江河？不对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寻一本内功来，可去哪找呢？齐修平眼前一亮，拿出梁文元献出的玉佩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傍晚，镇西道一家客栈，齐修平走进里面坐下。不久，康向元、康远南祖孙两个走进来。康向元坐下，上些酒肉，另外装4个水袋和2筐干粮。老者拍出20两银子，将康远南拽到身旁坐下。今天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万不可再这样唯唯诺诺。江湖只是偶有侠义肝胆，更多的是弱肉强食。你若软弱，就是受了伤的猎物，会招来的狼猛虎，将你吃干抹净。记住了吗？店小二把酒食端上来，康向元示意康远南吃饭。老人家那番话说的不错，深得我心。别喝那坛酒了，喝我的吧。康向元抱拳，老夫康向元，这是我孙儿康远南，多谢小友提醒，此地颇多是非，小友还是尽快离开吧。我急开了口，便没打算走。况且这里的诸位应该也不会放我走吧？堂中众人突然掀翻桌椅，刀兵出鞘。2楼探出4台机匣镖，几十枚淬毒飞镖将齐修平笼罩在内。小友当心！镇西道一家客栈，小友当心！飞镖全部被齐修平打落。康向元把康远南拉到身边，小友也是为我们而来的，算是吧。顺便还要杀个人，杀谁？我们吗？不。是黑蝎子屈环。康向元震惊，你要杀屈环，为何要来此的？他又不在这，他会来的。 7、8人忽然拔刀相向，堵住门口。飞仙手下狞笑：我们去将军没来之前，谁也别想走。一群满面凶光的大汉拱卫着屈环和吕刀，鱼贯而入。8面汉子指齐修平：将军就是那人要杀你，也不知他是什么来历，竟有如此自信。看你有几分本事，在我来之前，你应是能跑掉的。可惜你浪费了这个机会。你说我是把你剥皮充草呢，还是直接把你穿起来挂到外墙上呢？把刀迈出来，大哥，这等狂妄小子何须你出手？我来会会他。吕刀挥舞双刀，径直冲向齐修平。你还不够格！刀刚光芒眼看就要劈下，齐修平手掌一挥，连绵刀刚被瞬间撕碎，整个人分成2半栽倒。屈环惊呆：你是何方神圣？大漠里没听过你这等人物。齐修平微笑：不重要，反正你都是要死的人了。掳掠商队，施虐为乐，收了赎金，还将人五马分尸，分箱寄回。你们犯下的恶，罄竹难书。陌上共主得使，那想杀你，大漠百姓想杀你，江湖人士想杀你。今日我杀你，也算替天行道了。屈环怒骂：今天我就让你后悔如此狂妄！屈环大枪一甩，直到枪芒近身，齐修平拍出一掌，枪芒被一掌拍碎，周围桌椅被撕碎。不是对手，不，连被称为对手都不配。屈环撒腿就跑，齐修平把屈环钉在墙壁上，快跑，快跑！经过我允许了吗？齐修平挥剑冲入屈环手下，不一会儿，匪贼全部倒地。齐修平看康向元：你们不用慌。我来不是为了杀你们，只是想求一样东西而已。齐修平走到屈环和吕刀2人面前，将2人头颅斩下，用2个食盒装上。敢问少侠是要什么东西？我也不为难你们，交出荒岩内功，给我誊抄一份，我便放你们离去。这内功只有我练，不会外传，对你们而言也不算难以接受吧？康向元叹口气：很合理的条件，也确实不是为难我们。不过荒岩内功不在我们手里啊。齐修平寒芒闪过：你确定？康向元恐惧：我们逃得仓促，那本秘籍还留在家中。大侠想要的话，可以跟我回去取来，免得落于康相爷手中。可以，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若是骗我，那你家到你这就算绝嗣了。没问题。夜晚，东寿祥城，齐修平带着康远南越过城头，来到一座有年头的老宅前。就是这里了，荒岩内功就在里面。齐大侠想要的话，尽管去拿。左手第一间，进门左手边的暗格。这是哪？我家旧祠，拓眼部还未改姓康的时候，便在此处祭足。现在荒废了。齐大侠，快行动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齐修平冷笑：呵呵，你家祖祠里竟然还有活人？可能是守祠之人。齐修平摇头：你还是不够沉稳，太容易露出马脚了。齐修平把康远南拎进老宅。我说过，你要是骗我的话，你必死。不过我给你个机会，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，我还能给你个痛快。齐修平生生掰掉康远南一个指甲。那这就只是个开始。夜晚，东寿祥城。那这就只是个开始。康远南痛苦。齐修平唤出系统，全部开启。经验139000，功法破阵8件式。把太阴剑法拉满。太阴剑法100%，特效太阴之气。齐修平倏然拔剑出鞘，对着眼前的废瓷一挥，半空有冰剑凝结，斩断屋内承重柱，转眼将其冻结。现在我可将内力化为纯阳或太阴之气，变换随心。不管是用于施展剑气还是罡气，都有极强效果。再加上破罡，7品以下，没人再是我的敌手了。一心二用100%，特效双心。双心之效是一心二用的极致，多少人一生都做不到的事情，却让我齐修平轻易达到了。夜晚，东寿祥城阁楼，康相爷设宴款待众人。康相爷举杯，哈哈，今日诸位兄弟姐妹齐聚，我先甚些啊。康族长客气了，我来寿祥城，一方面庆祝族长接任，一方面要解决一件烦心事。宋兄所谓何事？说来听听，说不定在座的大家伙就能帮你解决呢。是因为一个人，你们知道齐修平吗？那齐修平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
若是宋兄能找到他的踪迹，不如现在就告诉我等，我们抢先一步，助你杀了那齐。邓广的话戛然而止，冷冷看向韩东后面的齐修平。邓广怒喝：“来者何人？”韩东抬肘向身后的齐修平顶去，齐修平用手掌挡住，将他手肘一把捏碎。怎么可能？齐修平拍出一掌，将韩东的脑袋拍变形，身子撞在柱子上死了。康相也震惊，就是你杀了飞邪和红邪二人。宋遵义拍案而起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我天眼剑宗宋遵义在此，由不得你！”宋遵义拔剑冲过去，剑影直刺齐修平喉颈。别去！夜晚，东寿降城阁楼。别去！齐修平举掌为剑，斩刀一划，金黄剑气从宋遵义身上闪过。宋遵义失手扔你。朱山气愤：“你知道你杀的是谁吗？你竟敢杀他！”齐修平冷哼：“宋家子嗣而已，有何不能杀？”齐修平目光落到杜思思身上，交出荒野内功。康远南已经交代了，他为你弑父灭门，干献功法，你别跟我装傻。杜思思躲到康相野身后，我当初只是偶尔提过一次，谁曾想他宁可弑父灭门，也要将荒野内功送我。大侠若是想要，尽管拿去便是，何至于杀人啊？你这狐媚功法确实有些火候。康相也暴怒：“你找死！”杜思思咬嘴唇，请诸位帮忙，一起杀了这辱我清白之人。说，康相元率先跃出，双手成爪，直掏齐修平的胸口。朱山、邓广等人也一起动手。齐修平摇头，可悲。临死前还被一个邪门之女耍得团团转。齐修平左手握住剑鞘，右手握于剑柄，凛冽寒气陡然爆发，杀气如密密麻麻的银针，直刺众人脑海。破阵八剑第一式，斩千军。十几道身影倒飞出去，口吐鲜血。邓广跪地求饶：“大侠饶命！我刚刚是被蛊惑了，不然我哪敢对您动手？求您高抬贵手，饶我一命！”他话没说完，脑袋高高抛起，滚到其他人面前。动手就是动手，哪那么多理由？齐修平一甩龙渊剑，康相也抱住杜思思：“思思别怕，有我在。”他杜思思跪倒：“大侠手下留情，饶奴家一命，奴家甘愿当牛做马，为奴为婢伺候大侠。”齐修平捏杜思思脖子：“收位，我只要荒野内功。”在康相野身上，他齐修平捏断杜思思脖子。夜晚，东寿降城阁楼，康相也悲愤：“思思！”康相也伸出两爪朝齐修平冲杀而去。齐修平踏前一步，银白掌影散发冰寒之气，轰然拍去，将康相也拍飞。齐修平俯身在他身上摸索，找出了一本泛黄的古朴秘籍。齐修平挑眉：“荒野内功总算到手了，你不跑？”朱山冷笑：“跑，我能逃过你的追杀吗？就算逃了，回去我也难逃一死。相比之下，还不如死在你手里，起码我家人还能保全。”你倒是通透，还有什么遗言吗？给我个痛快，让我留点体面。可以，不过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你们天眼剑宗追杀我的人还要多久能到？朱山一愣：“你是齐修平？”是我。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朱山哈哈大笑：“原来是你，哈哈，好，很好。前天宋遵义收到了传信，最多2天，宗门之人就会来东寿降城会合。你倒是坦诚，反正都是死到临头，不如坦然一些。只求你能帮我一个忙。”什么忙？多杀几个，你杀的越多，我就不会显得那么废物。好，我答应了。齐修平点点头，突然掌刀带出剑光，将朱山消手。僻静小院之中，齐修平翻出荒言内功系统面板，跳出。齐修平惊喜，还能这样，把所有经验值全部投入大日荒岩宫。周围地面转眼间变得焦黑，院中树木干枯掉落，飘起青烟，一下燃烧起来。6品中期，炎阳真气从齐修平头顶爆出，整个庭院燃起了大火。齐修平挥手，几道奇寒之气透出，火焰尽灭。齐修平看着手掌，这就是7品吗？果然神异。东寿降城酒楼，齐修平怡然自得的自饮自酌。要说最让我这瘸子心潮澎湃的，当初那齐修平斩杀天眼剑宗蔡剑池的那一战，酒楼门槛突然被人一脚踢碎，一块碎木如利剑般直射台上的方瘸子。李和光跟着10几个天眼宗高手出现在门口，方瘸子惊魂未定。谁偷袭我？天眼剑宗李和光，天眼剑宗周克己，天玄宗刘洋。方瘸子不满撇嘴，3位都是闻名江湖的人物，为何不宣而袭？天眼剑宗的事，岂容你在市井智慧？江湖说书之人无事不谈，就连朝廷也可谈，为何？你废话真多。掌柜站出来，天眼剑宗的各位息怒，这方瘸仔是陌上共主的寻墨郎，大家不要伤了和气。既然是寻墨郎，那这件事便到此为止。不过日后再让我听到谁敢辱没天眼剑宗的名声，定斩不饶，你明白了吗？方瘸子抱拳，多谢几位高抬贵手。李和光进来坐下，掌柜去弄些酒肉来，把外面的马位再把你们的客房都收拾干净，我们要在这歇息几日。酒楼里的人陆续离开，只剩下窗边的齐修平还在自饮自酌。李和光的视线落到他身上，眉头微蹙。李长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看那小子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哈哈，可能是你哪个故人的后辈，毕竟镇西道是你老家，遇到故人子嗣也正常。可能吧，这2日好好休息，之后我们有的忙呢。伙计端着酒食送上桌，很快堆满桌案。客官，上菜了。李和光喝口酒。宋遵义真的死在这了吗？东寿降城酒楼，李和光喝口酒。宋遵义真的死在这了吗？我都算了2次了，没错，他已经死了。李长老别再问第3次了。李和光叹口气，哎。
那这是可就麻烦了，他死了，我们回去该如何交代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齐修平。有道理，那刘兄不如就在此卜算一次吧，可有把握？离得越近，我卜算得越准。他要是就在这东寿祥城，我甚至能直接带你们去敲他的门。李和光抱拳，那就麻烦刘兄了。等找到那齐修平，顺着他灭掉秀衣门，我定为你请功。齐修平起身，将门窗全部关上，客栈大堂随之一暗。不用卜算了，我就在这里，何必浪费力气？李和光拔剑，齐修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李和光已经挺剑刺齐修平，剑气似云雾一般照齐修平。齐修平淡然抬手，一手穿入云雾。李和光剑刃被齐修平捏住。不可能，这才多久，你的实力竟成长到了这种地步，怪不得要派我等一起来。齐修平呵呵一笑，若是天眼剑宗知道了我的实力，接下来会如何做？是派人来送死，还是出动宗门里的7品、8品高手来？就不怕宗门精锐死伤殆尽吗？就凭你，天下之大，已无你容身之地，想指望秀衣门，别做梦了！一群前朝流传下来的余孽，将来也只有死路一条。齐修平好奇，你们就这么确定我进了秀衣门？哈，别小瞧了天眼剑宗，你以为你能瞒得住？李和光忽然抽剑而退，太阳一挥，周克己和刘洋立刻堵住齐修平退路，其他10几人也将门窗挡住。江湖第一杀手门派，在你眼里这么不堪吗？江湖第一，自吹自擂罢了。100年前秀衣门就被重创过，一蹶不振，连头都不敢露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交代出秀衣门住所的位置，我饶你一命，只是废你武功，带回宗门等候发落。东寿祥城9楼。江湖第一，自吹自擂罢了。100年前秀衣门就被重创过，一蹶不振，连头都不敢露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交代出秀衣门住所的位置，我饶你一命，只是废你武功，带回宗门等候发落。齐修平摇头，这么说来，当初要是没入秀衣门的话，天眼剑宗的人可能会先将我放到一旁。可你们都去找秀衣门了，我杀谁去啊？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不过有这份天赋，狂妄些倒是也正常。只可惜狂妄的人往往都死得早，江湖上名号再响亮的人，在朝廷面前也只是蝼蚁罢了。齐修平看刘洋，所以大名鼎鼎的天玄宗也是朝廷的门下走狗。之前我看你卜算用的东西，跟村中老妪装神弄鬼也没什么区别，真能算到我的位置？跟村中老妪一样，你在侮辱我？这问天推算之法，岂是谁都能碰的？古往今来，可修习此法的100万人中也不过2、3而已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天玄宗的人丁应该不多。那如果你死了，天玄宗应该会心疼好久吧？刘洋大怒，放肆！刘洋袖口猛地一甩，3枚玄铁珠破空而出，直奔齐修平的面门、喉颈和心口。与此同时，李和光和周克己也齐齐动手，灵力速度收错了。放肆！是你们不懂。齐修平拔出龙渊剑，昏暗的大堂中，银白剑芒闪过，寒意席卷开来。李和光等人身体顿时僵硬，眼睁睁看着剑气袭来。周克己惊恐，不，银白剑气在李和光他们之间横扫而过，他们表情凝固，身体齐齐一分为2，僵硬的凝固在原地，冻成了冰雕。谢志阁门口突然响起一阵马蹄声，来人从马上下来，在墙壁上张贴腾龙榜。腾龙榜，腾龙榜第40位，嗜杀剑齐修平，入榜理由是于镇西道一剑斩杀3名6品，自身毫发无伤。进腾龙榜了，他上乾隆榜才几个月啊，竟然直接跨进了腾龙榜。赵刚不可思议，那这么说，齐修平真的入6品了？这也太快了吧！天眼宗顶峰，2位长老站在一座草屋前，风声呼啸，吹得人睁不开眼。秦师弟，宗门有要事交付于你，还请出关。剑气陡然爆发，草屋被搅碎成齑粉，随狂风消散。穿白色宽袍，盘膝坐地的秦震缓缓睁开了眼。秦震缓缓起身，什么要事？长老2抱拳。秦师弟，在你闭关这段时间，咱们宗门的蔡剑池、李和光、周克己、朱山等人都死在了齐修平手里。如今他已经是6品高手，宗门希望你能够力挽狂澜，斩杀此僚，以正我天眼剑宗之名。秦震皱眉，我还没突破到6品，贸然与那齐修平交战，未免有些冒险。毕竟你们口中的他是从乾隆榜跳到腾龙榜的天才。掌门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我们来时，他让我们将这个交给你。长老一拿出一个碧光流转的木盒，打开里面是金色丹丸。这梅培元日华丹是掌门特地去要王堂求来的，吃下它能让突破变得更加容易些。现在秦师弟有信心了吗？秦震嘴角翘起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走一趟就是。长老一露出笑容，好，给你10日时间服下丹药，然后去找楚修楚长老。你既可以助他一臂之力，也能加快药力发挥，尽快突破。秦震点头。好。富泉州一条狭窄巷子中，齐修平和吴姥姥见面。秀衣门损失严重吗？吴姥姥摇头，壁虎断尾罢了，虽然有失，却也没太大影响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有人对我们出手，我们也该回以颜色，不然有些人就要蹬鼻子上脸了。吴姥姥端来了一个托盘，这是我帮你挑选的3门功法，不可抄录，练完还我就是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请你走一趟。这次镇西道有不少宗门站错了队，其中的黑沙堡最是积极，灭了黑沙堡可好？富泉州一条狭窄巷子中，这是我帮你挑选的3门功法，不可抄录，练完还我就是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请你走一趟。
这次镇西道有不少宗门站错了队，其中的黑沙堡最是积极，灭了黑沙堡可好？没问题。还有哪个不长眼的门派要灭的，一并告诉我。对了，你行动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天眼剑宗的人四处找你呢。听说那破云枪秦震也现身了。齐修平眉头一挑，哦，他如今什么实力？他吃了天眼剑宗给他弄的培元日华丹之后，实力突飞猛进，现在估计已经是顶尖6品了。腾龙榜上排名还在你之前，在第35位。齐修平哈哈大笑，看来这腾龙榜也没想象中那么权威啊。罢了，在我之前就在我之前吧，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。你就算不把秦震当回事，也要重视奔雷剑。楚修那位可是老牌7品高手，一手奔雷剑出神入化，若是你轻敌的话，下场可就糟糕了。齐修平点头，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的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即刻出发。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齐修平骑马行走在大漠上，齐修平眼睛明亮，大荒霸下弓，神行鬼步，劈山重腿，这等功法也只有我能掌握了。黑沙堡的议事堂，以在下浅见，区区一个秀衣门住所而已。3位大人亲至，必定手到擒来。若是能顺利，我等自会为你黑沙堡请功。多谢大人。话不要说得太满，秀衣门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，天眼剑宗的7品高手未到，我等就只能按兵不动。魏腾望向门外，等一下，冯师姐，有点不对劲，我们有客人了。众人神色顿时严肃，望向门外。蒋通大喝：谁？蒋通大喝：谁？2颗头颅被扔进来，重重落地，弹到蒋通等人面前。蒋通瞳孔一缩，是哪位秀衣客造访？左光世冷哼：别藏头露尾的，我等就在此等你，你还能一直不出来不成？齐修平被挂披风，符剑出现在门口。本来还想多听一会儿，不过你们既然急着找死，那便成全你们。蒋通惊呼：齐修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夜闯我黑沙堡！今日有3位大人坐镇我黑沙堡，定叫你有来无回。齐修平目光扫过所有人，真有自信啊！看来你也觉得黑沙堡众人不是我对手，才搬出他们3个，是吗？不过又有何用？送你们一起上路便是了。左光世冷笑：送我们一起上路，真是狂妄啊！你知道我们3人是谁吗？就敢狂言妄语！管你们是谁，死了之后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放肆！左光世脸色一冷，突然出手，他身形倏然消失在原地，眨眼之间，鬼魅般的出现在齐修平左侧身后，拍出一掌。同时，魏腾当空一拳向齐修平砸下，冯雅的剑影铺天盖地笼罩齐修平。齐修平冷笑：就凭你们3人也想杀我？就拿你们试试我刚学的功法。齐修平抬腿横扫，带起的劲风犹如镰刀般呼啸。冯雅、魏腾、左光世3人的表情霎时凝固，身影瞬间倒飞出去，重重嵌入墙壁之中，突然裂痕变成整面墙体。逃！蒋通转头要破窗逃走，齐修平握住龙渊剑：我让你走了吗？你的人头可有人点名要取呢？饶命！不管秀衣门给你什么好处，我愿给双倍。不，我倾尽所有补偿给你。你能给我战利品求吗？齐修平把蒋通等人割下头来，收剑入鞘。齐修平欣喜，又开出来升级包了。齐修平欣喜，又开出来升级包了。齐修平手握阴阳龙渊剑，荆棘银刃，随手一挥，龙图游动，龙吟声清晰可闻。提升大日荒岩功13点熟练度，气浪从齐修平身体席卷开来，堂中各处升起熊熊火焰。齐修平身处火焰之中，却毫发无损。齐修平呵呵一笑，7品中期。齐修平把剩下的所有经验都投入大荒霸下弓。齐修平周身真气自动流转，在他周身形成灰土般的金色罩甲。好东西！齐修平一挥手，罩甲消失。就算是8品武者来了，想杀我也难吧？齐修平在一块巨石穴中燃起篝火温酒烤肉，外面风沙肆虐，一阵马蹄声渐渐靠近。钟泰领着4个弟子一行5人来到穴口。少侠，打扰了，外面风沙太大，不能赶路，可否给我等一个容身避风之处？齐修平打量5人，可以进来吧。多谢少侠。钟泰领着弟子们在洞里角落坐下，齐修平吃烤肉，女弟子吞口水。钟泰见状叹息一声，钟泰向齐修平说道：这位少侠，在下落马帮钟泰，这4人是我落马帮弟子，我等赶路数日，来不及补给，已经2日未食，少侠可否匀点给我们垫点肚子，我可出钱购买。可以啊。齐修平翻出几块肉来扔过去，那4个弟子连忙接。多谢少侠，我这没什么好东西，便用这马鞍谢你吧，少侠不要嫌弃。齐修平接过马鞍摸了摸，将一个葫芦扔给钟泰，几块肉可换不来那马鞍，便再加这1葫芦酒吧。钟泰面露微笑，那在下就不客气了。钟泰拔开酒葫芦，灌了其他。钟兄这是要去哪啊？不瞒少侠，我等要去东寿祥城。齐修平眉头一挑，去那里做甚？洞穴口。齐修平眉头一挑，去那里做甚？那天眼剑宗的破云枪秦震已经朝江湖放出了话，是要展示杀剑齐修平，地方就选在东寿祥城，我们想过去看看。齐修平呵呵一笑，那钟兄觉得谁的胜算更大一些？可能是秦震吧，他枪剑双绝，虽然蛰伏许久，可谁也不敢小觑，有天眼剑宗的底蕴支撑，实力进步飞快。少侠，你觉得谁能胜？齐修平依旧一笑，我觉得
齐修平应该能一招就把秦震杀了吧？洞中一时安静，只有篝火噼啪作响。4双清澈惊讶的眼睛盯着齐修平。少侠，你这话未免有些拖大了。我也觉得齐修平能赢，不过10点肉就话多是吧？去外头练剑去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练。齐修平精明地看钟泰一眼，微微一笑。红日初升时，风沙平息，齐修平和钟泰等人站在石穴外面。少侠，我们便在此分别吧，日后有缘再见。齐修平点点头，眉头忽然一挑，望向东方，露出微笑。看来你们一时走不了了。钟泰一愣，张手按在地上。长老，怎么了？有人来了，在包围我们。是马匪吗？也可能是黑沙堡的贼众。齐修平看向钟泰，让你弟子别紧张。那些人是冲我来的。周围飘起沙尘，白虎卫几十人狂奔而来，将此处重重包围。钟泰将手搭在剑柄之上，挡在弟子们身前。不是贼匪，是朝廷官府之人。白虎卫驻马停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昨晚的沙暴来的可真及时啊！本以为你跑远了，没机会追上你呢，结果沙暴拦了你一晚。你是谁？这位是镇西道白虎卫石元东石百户石像的，跪下救父，否则定让你生不如死。石穴外，这位是镇西道白虎卫石元东石百户石像的，跪下救父，否则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很好奇，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这你不需要知道，我白虎卫想找人，轻而易举。齐修平点点头，忽然手指一弹，说话的白虎卫脑袋贯穿掉下来。石元东怒喝道：“齐修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我的胆子一向不小，既然你们想来送死，我成全你们。狂妄！腾龙榜上可不止你一人，腾龙榜第35位的血冥剑冯雅就在这附近，我已经遣人去请，用不了多久，起码6个6品高手就会齐至。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就是笑你，连情况都没摸清楚，就敢带人来找我？你是活腻了吗？一匹快马狂奔而至，人还没靠近，大吼声就远远传了过来。石百户不好了，黑沙堡没了！你说什么？黑沙堡没了，从上到下全都死了，包括你指望的那个冯雅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们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假传消息，当斩！石元东拔剑一挥，刺目剑刚射出，将传信的白虎卫斩首，转而怒瞪齐修平道：“想用此等招数哄骗我等，你还嫩了点。就算雀鸣剑冯雅等人不来，你也要死在这，大不了多付出些伤亡罢了。跟我上！”石元东说罢，从马背上一跃而至齐修平头顶，数十道剑影在天空凝聚，渐渐对准齐修平。而与此同时，10几个白虎卫也跟着一同出手，将齐修平包围。你的寒气还差了点。齐修平一只手缓缓搭在了剑柄之上，去！石元东挺剑坠地，剑影齐齐落下，汹涌极寒之气席卷开来，周围的地面迅速被冰霜覆盖。石元东的眼睛瞪得老大，包括石元东在内的白虎卫接二连三的倒地，身体快速结冰。在我面前用剑，你还不够格。石穴外，齐修平收剑，在我面前用剑，你还不够格。钟泰和那4个弟子呆呆地看着。你们还不走？是想等我请你们走吗？走，我们这就走。多谢少侠饶命。钟泰连推带搡的让4个弟子跟他上马狂奔。钟泰一行人离开后，齐修平打开系统控制面板，将刚刚斩获的白色战利品球全部开启，将大日荒岩内功提升5点。霎时间，齐修平身上灼热的炎阳真气涌动，周围的温度也随之拔升，将那些冰冻的尸体都给点燃。攒一波大的，一举突破8品。岩谷关客栈，奔雷剑楚修、破云枪秦震等人走到门外，一名信使跑出来：“请问是奔雷剑楚修大人吗？”“有事。”“有，我是来报信的。”信使颤颤巍巍递出一封信，楚修一看，脸色顿时阴沉。“楚长老，怎么了？”“卷明剑冯雅左右护法魏腾，左光是被杀，黑沙堡堡主蒋通，还有左膀右臂堡内上下也全部被杀，奉命而行的一只白虎卫也全数死了。经过调查，都是齐修平所为。”此话一出，秦震和其他人愣住。楚修看秦震：“秦震，你有把握吗？”“有，斩杀一个腾龙榜上的7品高手而已。我也不是没做到过。楚长老别忘了，5天前我刚打败了腾龙榜第30位的飞花斋叶流顿，都是6品，我自问不比谁差。就怕长老，就怕什么？决出胜负和分出生死，你应该知道其中差别。这些都无所谓。秀一门的高手被我们逼得销声匿迹，现在最多有个7品高手坐镇。我拖住齐修平，你与杨统志对付秀一门那个坐镇高手。”秦震说的有理，等我们解决了秀一门那坐镇长老，回头干掉齐修平就是了。别忘了我们的重点，齐修平只是顺带，秀一门才是重点。把跟齐修平认识的人都抓来，我不相信他不来。他不来，那江湖上的人都会说他是薄情寡义之人。齐修平带着人头和信物回到秀一门的住所之中。雀鸣剑冯雅，这女人的名气可不小，你竟然把她也给杀了。搂草打兔子，谁让他也在黑沙堡呢？吴姥姥坐到齐修平身边。最新消息，天眼剑宗的人已经进了镇西道，那边的人传信来说，曾经跟你有过交集的人也被带来了，你最好早做准备。跟我有交集的人？什么太阳六侠、卧虎镖局的郑氏兄弟、谢志阁的赵刚、烟雨楼的掌柜之类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叫周灵若的姑娘，是你的相好吧？相好谈不上，倒称得上是朋友。天眼剑宗此举不算是坏了江湖规矩。吴姥姥冷笑：“江湖规矩对于那些豪强门派来说算得了什么？不过我的人传信说，那破云枪秦震恐怕会向你发出公开决斗。”此话当真？当真。你可别小瞧了秦震，实力进步飞快，
听说是又服了一颗培元日华丹，估计已经要摸到7品门槛了。管他服几颗呢？若是他不自量力，我成全他就是。他身旁还有奔雷剑楚修、镇西道白、虎卫统治杨宗木，两人都是7品高手。另外还不知道有谁会加入其中，别阴沟里翻船了。齐修平在茶楼喝茶吃点心，桌旁曹广和雷天宇低声议论：那天眼剑宗的秦阵挑战齐修平，恐怕不是决出个胜负生死那么简单。你觉得谁能胜？雷兄，这还用问吗？来，虎卫的杨宗木，天眼剑宗的楚修，除了这2位7品高手之外，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7品高手？一行人出现在茶楼门口，曹广面露惊讶之色，跟雷天宇对视了眼。乾隆榜第2位的邵瑞清出关了。茶楼，曹广低声：乾隆榜第2位的邵瑞清出关了。看来他还是心有不甘啊，挑战榜首迟迟不成，结果又跳出来个齐修平，转眼就从乾隆榜跳到了腾龙榜，名震江湖。估计他也想看看齐修平的成色。齐修平朝门口看去，邵瑞清一身精美锦袍，带着2个手下进门。之后，周灵若跟着哥哥周凌风等人进来。曹广起身，敢问是涂宏达涂大人吗？涂宏达眉毛一挑，李氏在下曹广有幸见过涂大人一面，我们这有多余桌面，涂大人还请赏脸。涂宏达呵呵一笑，那就多谢了。涂大人，真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见到你，你也是来观战的吗？依您高见，那齐修平和秦阵之间谁的胜算更大一些？涂宏达目光扫过周灵若，若是不论其他人的掺和，我觉得齐修平的胜算更大，毕竟被他杀掉的6品高手已经不知凡几，有这份战绩在前，可见他实力之强悍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8成能排进腾龙榜前3。涂前辈，此言差矣。依我看，那齐修平的战绩恐怕多是以讹传讹，夸大其词。是他遇上我，恐怕我连剑都不用出，便能将他捏死。周灵若冷笑：若是齐修平真的在这，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胆子说这个话？到时候不用出剑就能杀人的，恐怕不是你啊！邵瑞清眼睛寒芒闪过，握紧茶杯。这时，周凌风站起来：你若是觉得说错了，大可以先去挑战齐修平。涂宏达猛地放下茶杯：邵公子这话说的未免有失偏颇了。就我所知，齐修平一向孤身一人，加入绣衣门也只是后来的事情而已，之前的战绩做不得假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就赌齐修平这一次秦阵挑战他必然不敢露面。涂大人以为如何？茶楼，邵瑞清冷哼：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就赌齐修平这次秦阵挑战他必然不敢露面。涂大人以为如何？打赌就免了，必赢的局没什么好赌的。邵瑞清顿时脸色阴沉。齐修平发出笑声：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大放厥词。周灵若看见齐修平腰间的剑柄之后，眼前不由一亮。邵瑞清怒极反笑：你是谁？齐修平放下茶杯，众人愣了2秒之后，顿时大惊失色。涂宏达眉头一挑，打量齐修平，原来是你。邵瑞清冷哼：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齐修平竟然会出现在这儿。好啊，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与我一战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不过人家茶楼经营不易，咱们换个地方，你可敢？有何不敢啊？走。齐修平朝门外示意了下，扔下一把碎银，大步出。邵瑞清跟上，2个随从请跟他离开。涂宏达站起来：走吧，难得遇上这种趣事，不去看看总是可惜。周灵若、周凌风一行人跟了上去。风沙呼啸着吹过大漠，邵瑞清大喝：你要走到什么时候？是想拖延时间，还是想给自己找一块藏身的风水宝地？齐修平停下脚步：只是想尽量空旷一些，好给你们腾个地方而已。说是找风水宝地也可以，只不过是用来葬你们的。齐修平把视线投到邵瑞清身后，浩浩荡荡的人群之上。想杀我的人应该有不少吧？都出来吧，别藏头露尾的，我给你们这个机会。既然齐少侠都开口了，那老夫就不客气了。邵公子莫怪，老夫也想取他项上人头。风沙6剑，每人背着一把剑，从人群中走出。我等也来凑个热闹，投靠朝廷的机会可不多，现在送上门来，我们可得抓住了。不断走出来的人影将齐修平团团包围。涂叔，你能出手帮他一把吗？大漠，周灵若看涂宏达：涂叔，你能出手帮他一把吗？涂宏达摇头：丫头，不是涂叔不想帮忙，实在是齐修平此举太过张扬了，这么多双眼睛在看着，我若是出手，不仅我会得罪朝堂，你们周家怕是也要被波及。况且那楚修本就对你们不怀好意，我们不能落人把柄。没有了吗？机会难得，错过了这次，下次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了。齐修平等一会儿，见没人再出来，摇了摇头：看来没有更多了，也好，那就先料理你们吧。话音刚落，齐修平突然惊呼，一道身影被踢飞，被拍死，系统提示随之不断跳出。一起上！该死的这小子实力不俗，别留手了，封他后路啊！结阵！呼喝怒骂声中，风沙6剑客将齐修平包围在内，6把长剑出鞘，剑影如同罩网一般，将齐修平笼罩其中。滚！齐修平一记鞭腿重重踢出，袭来的剑影就被当空踢碎，暴体失踪。风沙6剑客中的4人齐齐倒飞出去，人在空中吐血身亡。齐修平双手探出，掐住剩下2人脖子，2条脖子被生生撕断，颓然倒地。一道身影突然的出现在齐修平身后，我才是跟你一决高下的人。邵瑞清拔剑，一道犀利剑影直劈齐修平背后，发出呛的一声脆响，
齐修平毫发无伤。好强的护体硬气功！邵瑞清用无数凌厉的剑影将齐修平笼罩。涂宏达感叹：不愧是邵家年轻一代中天赋最强之人，竟然已经将千钧剑练到如此地步。要是再有10年时间，他必定能坐上家主之位。齐修平没有躲避，赵甲浮现在齐修平身前，挡住邵瑞清无数剑影。连绵不断的轰鸣声中，烟尘四起，烟尘散去。齐修平却完好无损。你就只有这点能耐吗？你就只有这点能耐吗？邵瑞清呆滞之时，齐修平一掌拍到他面前，邵瑞清身体被拍飞出10几米。邵瑞清站起来：你是在瞧不起我吗？竟然连剑也不出！瞧不起你？不，我是瞧不起你们这一群人。邵瑞清愤怒狂妄。齐修平指邵瑞清：我就站在这，用你最强的一剑来杀我吧。话没说完，两人忽然从背后偷袭，刀光刚刚闪出，就被齐修平一拳轰飞，胸口深深凹陷。那你就死去吧！邵瑞清眼中寒芒闪过，手脚长的剑刚挥出，青色剑刚所过之处，5石都被震成齑粉。齐修平站在原地，看着临近的剑刚，这一剑不错，是下过苦功的，不过还不够。齐修平握住龙渊剑，龙鸣之声下，在每一个人耳边，所有人都脸色骤变，像是站在冰天雪地的极寒北域。银白剑光一闪而逝，所有试图取齐修平性命之人齐齐僵立在原地。邵瑞清随从大喊：公子！邵瑞清的2个随从冲上去，手一碰僵立的邵瑞清，便嗖的缩了回去。死了！你完了！杀了邵公子，你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不仅是你，所有跟你有关的人都得死，就算是条狗也不会放过。齐修平微笑：知道了，我等着。他随意挥出一剑，那2人合也不死。齐修平收剑入鞘，抬眼看向北方，沉思片刻。他吹了声口哨，宝马奔腾而来。他翻身跃上，消失在众人眼中。岂止是腾龙榜第1啊！我感觉他恐怕已经踏入了7品之境。图叔，你说呢？有可能是踏入7品，也有可能是得到什么强悍的功法，将其练到至身至精的地步。不管是哪个，都只能说明一件事：齐修平恐怕是当今30不40岁以下天赋最强、实力最强之人。齐修平忽然勒住缰绳停下。扭头回望涂宏达等人，嘴角上扬，露出自信的微笑。我齐修平有系统护身，以后何止是40岁以下最强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是当扫清寰宇。